风拂荷塘，自留一抹清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河上清风。午饭后，四兄妹休息，吴王氏和景嫣带着袋子去吴小家买土豆种子和红薯，刚好碰到吴庆寻、吴理正从镇上回来。景嫣连忙站在路边跟他打招呼：“理正叔好，刚好你们都在。”吴王氏和景嫣听得双双一怔，见吴庆寻眉眼舒展，不像有坏事发生的模样。景嫣背着袋子，小心翼翼问：“叔，是好事还是坏事？”自从山上的竹笋伐了后，两家各忙各个的，碰面的也少。主要景嫣家住在村东头，那吴庆寻家住村偏西头。吴王氏亦是一脸紧张地看着嘴唇微勾的吴庆寻，将两人的表情看在眼里。吴庆寻没有理会，只是不慌不忙从怀里拿出一封厚厚的信，朝景嫣递了过来。景嫣连忙拿出一只手来，诧异接过。吴王氏见此，瞳孔陡然放大，轻颤着声音问：“理正，可是我家风儿来家书了？”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吴晓峰写信回来了，他在边关没事，太好了！一直悬在心头的大石骤然落地，四崩五裂。吴理正爽朗一笑：“没错，是小峰写信回来了，而且你家小叔吴小树也带家信回来了，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老天保佑！”吴王氏双手合十，朝太阳升起的方向拜了拜。吴庆寻轻轻嗯一声，探究的目光落在景嫣背后的大袋子上。景嫣接收到，倒也没隐瞒，把自己的想法一并说了。红薯和土豆，吴庆寻眼中的疑惑更深。景嫣赶紧把书信塞到吴王氏手里，放下背后的袋子，从里面拿出一个长有芽芽的土豆和红薯出来，给吴庆寻看。吴庆寻手拿长了4颗芽的土豆，翻过来复过去的看，末了微抿着眉，问景嫣：“你说要种这土豆？”他胆子不小，什么东西都敢于尝试。景嫣神情认真，目光坚定：“没错，现在正是种土豆的季节。理正叔，村民可还有要卖的地或空房？”他家没房也没地，眼看着就要坐吃山空。景嫣心急上了火。吴庆寻闻言，双眼一下子瞪圆了：“你要买房又买地？他家不是才建好房子吗？4进2院，占地那么多，现在又要买地和买房，这丫头又背着他发什么横财了？”心里想着，吴理正脸上仍带着和蔼的笑。景嫣30岁的灵魂，一瞧就瞧出了吴庆寻心里所想，但她现在是13岁的小姑娘，吴家儿媳，她只能装着13岁孩子的模样，诚恳点头：“我家人多，没有一点傍身的田地，怎么行？”说着，景嫣询问的目光看向一边的吴王氏：“娘，你说是吧？”“没错，理正，我们一家6张嘴吃饭，没有一点存粮。现在春天山上还有些野菜可食，若是到了冬天，那我们上哪儿找吃的，填饱肚子？”听着婆媳两人一唱一和，吴庆寻赞同点头。只是这土豆和红薯真的能充饥吗？他表示怀疑，看出他眼中的疑惑。景嫣大方表示：“理正叔，我先试种，若是收成好，秋天时你也一起种，可好？”“什么？”吴庆寻听到土豆可以种2季，顿时大惊失态，不过很快恢复了原态。他轻咳2声，掩饰自己的失态，压抑着激动，声音平静地问：“景嫣，你说怎么种？我跟你一起种。上次山药也是。”景嫣好像没有什么事情，可是难到他。景嫣借机向吴庆寻推荐了吴小娘家。吴庆寻当即表示去吴小家订土豆种子和红薯，还跟景嫣约好一起种土豆，红薯还要到5月种，不着急。3人分开后，吴王氏看着景嫣半天没说话，也不知道她是高兴的还是被惊到了。景嫣伸手挽住他的胳膊，甜甜一笑：“娘，咱们回家看信去。”“好。”吴王氏半晌才从脸上挤出一丝僵笑：“大哥来信了。”回到家，听到吴王氏说吴晓峰写信回来，4兄妹乐得疯，
绕着院子一圈又一圈奔跑嬉闹。景烟搬个小屋子，用铲子铲了一些草木灰放在地上，又拿出切菜的案板和菜刀，摆在草木灰边上，又提一个空篮子放在右手边。景烟这才一屁股坐到小屋子上，低头，一手拿刀，一手拿着长着芽的土豆，放到板案上，避开长芽的地方，一刀切下去，常有几颗芽就切几颗。吴王氏把书信交给老二吴小玉，便站在一边看景烟切土豆，并把切片的地上沾上草木灰，然后放到事先准备好的篮子里。他感觉神奇，也搬来小屋子，坐在景烟对面。我来沾草木灰，你切。好，多一个人帮忙。景烟切起土豆来，速度很快，不一会儿功夫，案板边上已堆了一大堆切好要沾灰的土豆芽。吴王氏头也不抬，手里的沾灰的动作也没停，带着疑惑道：“李正也没给咱们一个准话，到底有没有田地买？烟儿，这么多土豆，咱该往哪里种？”景烟切土豆的动作一停，手往后院的方向一指：“那不是吗？”闻言，吴王氏尴尬的笑。烟儿说的是，他还以为景烟留着那么大一块空地要种花，毕竟花草是买过钱的。景烟又切了一些土豆芽，大概预估了一下，便决定不切了，这些够了。看到堆得满满两篮子，吴王氏不确定：“娘，咱先去把这些种下，看少不少，如果少了再切，这些东西先不收。”景烟说完，提着一篮子土豆芽，先去了后院。婆媳两人，一个用锄头在地里挖坑挑水分，难到景烟了。种土豆必须挑水分，水分就是茅坑里臭气熏天的东西，有了水分的滋养，土豆的产量才会多。忍着笑，看景烟一脸便秘的模样，吴王氏毅然将锄头杆子这头往他面前一递：“你挖坑，我去挑水分。”景烟没有接，只是转身飞快跑回屋。1刻钟后，他拿来2个他临时缝的口罩，他自己戴一个，第一个给脸色怪异的吴王氏：“娘，戴上，这是我缝的口罩，专门防臭味的。”为了不让臭味飘到口鼻里，景烟在缝口罩时特地塞了4大把棉花，怕吴王氏心痛。景烟决定先不告诉他。有了口罩，景烟认命地调起了水分，刚灌2洼地，隔壁墙头就传来吴婶变异的声音：“景烟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快臭死我了！”景烟扬了扬手中的粪桶，挑挑眉，声音从口罩里传出来：“婶，滴水分。”“废话，我眼又没瞎。”吴婶捏着鼻子，恨恨瞪了景烟一眼，目光不悦地看向在另一洼地里挖坑的吴王氏：“王菊，你快管管你家的媳妇，我家屋里屋外都飘着粪味，你让我今晚怎么吃饭，怎么睡觉？”“他婶，你赶快去把门窗关上。”听他这么一说，吴王氏满脸歉意：“他婶，我们种快些，一会就好了。”吴婶听完，好想骂娘，反念一想，她在自家后院种地挑粪水，不仅熏臭了她的家，同时也熏臭了她自己家。吴婶站在木架梯子上，捏着鼻子，前后左右张望，怎样没看到那4个小的？景烟不理会继续闻臭的吴婶，继续挑水分，继续把水分泼到小坑里，待小坑里的水分干了，再把土豆芽固定在小坑的一角，然后用锄头拉土把坑填平。吴婶捏着鼻子，大口呼出气，双眼却紧紧盯着景烟布土豆芽，知道景烟口风紧，便又把目光转向正盖坑的吴王氏：“菊花，你们这是种什么？我怎么没看到过？”吴王氏闻言，拉土的动作一顿，忍着腰酸背痛，抬起头，疲惫地笑笑：“土豆？什么土豆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产量怎样？种子在哪里买的？怎么种？”吴婶连珠炮似的发问，问懵了吴王氏。好在吴王氏还不笨，知道向景烟求救。景烟早就听烦了，正憋着气没出，凑巧她抬头就接到婆婆递过来的无助眼神。景烟心下不忍，抬眸直视墙头上还等着答案的吴婶：“
吴婶，你一连问那么多问题，你让我娘怎么回答？问题这么多，我都记不住。请问你自己记住了吗？被景嫣的话气得一噎，吴婶没好气咕哝：真小气，不就是多问2个问题吗？不想说就直说。以前你们有难时，我可没少帮过你们。没良心，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吴婶以为自己的声音很小，没想到让景嫣和吴王氏听了全。顿时，吴王氏的身子剧烈颤抖一下，脸上的血色眨眼之间退个干净，脸苍白如纸。景嫣连忙放下手里的活，疾步跑过去，一把扶住吴王氏抖成筛子的手，抬眸冷厉看着浑不在意的吴婶，怒气死人不偿命地问：请吴婶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养不熟的白眼狼？不给吴婶开口的机会，景嫣又道：你有问题可以直接问我，这个土豆我娘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娘一直感恩你在我家落难时帮过的忙，但是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仗着滴水之恩来要挟我家人。该还的恩我会还，做人要摸摸良心。我娘平日里对你不好吗？制作笋干，请你帮忙，就是感恩你帮过的忙。听着景嫣平静的语气，冷如霜的稚嫩面孔，吴婶没来由感到一阵心慌气闷。她本意就是要吴王氏乖乖说出土豆的来由及种植方法，没想到在她儿媳妇这里碰了针子。我不是。景嫣冷笑连连：吴婶不用解释了，你不知道解释就是掩饰吗？多谢你的无心之语，让我们看清了你的为人。是你自己作死，把我们2家的恩情生生做完了。以后还请吴婶少找我娘。我娘天生善良，不说言辞，所以给人好欺负的印象。真以为我娘好欺负吗？不是，是我娘记着你的好，一直在忍。而你又是怎么对我娘的？你们彼此心里都有数。景嫣说完，扶着还惨白着脸的吴王氏先回了屋。娘，你先下坐休息会。景嫣扶吴王氏在椅子上坐好，她走到桌边，拿了杯子，提壶倒了一杯热水，端给发怔的吴王氏。吴王氏目光无神地接过，唇瓣蠕动着：我没事，只是想到自己平时对吴婶言听计从，到头来他这样说他和他的儿女，白眼狼。呵呵，到底谁才是白眼狼？吴王氏只觉一股冰凉从脚板心漫入，快速流窜到四肢百骸。景嫣心痛吴王氏，过去一直把他当好朋友，什么话都跟他说，对他掏心掏肺。没想到对方却一直在利用他，换谁都心里都不舒服。景嫣轻轻搂着吴王氏，平静道：想哭就哭出来吧，哭出来心就不会那么难受了。哇！景嫣被吴王氏的哭声吓了一跳，只是劝她而已，没想到婆婆真哭了。景嫣等吴王氏哭累了，连忙递过去一方素净帕子。吴王氏抬起红肿如桃的双眼，抽噎着点头：我没事了，我想静一会儿，你去忙吧。景嫣再三确认吴王氏没事，才出了房门。她快速到地里，拿起土豆芽，放在小坑里固定起来。她做事速度很快，不一会5洼地就种完了。现在只好盖好坑，就算完工。盖好坑，天也完全黑透。她拖着疲惫的身子，洗净手，又烧水洗好澡后，再去厨房做晚饭。让她没想到的是，吴小玉带着3妞、4妞，小刚已做好了饭。看到她进来，连忙说道：大嫂辛苦了，现在开饭吧。娘呢？我去叫吧。景嫣说着转身就走。嫂子，娘睡了。3妞端着青菜在饭桌上放好。景嫣了然，回到饭桌边坐下。少了吴王氏，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。每个人都低着头扒着自己碗里的饭，除了夹菜，都像事先约好的不说话。景嫣纳闷，他们又是怎么了？不是一直待在书房没出来吗？突然想到一种可能，景嫣不假思索脱口而出：小玉，你哥不会是那个什么了吧？他不好意思说挂了，这样就显得不近人情。
女歹她是他大哥的挂名媳妇，突然听到景嫣问大哥，小玉小脸上情不自禁染上欢喜的笑容。大哥一切都好，还问了大嫂呢，是吗？景嫣拿着筷子有气无力挑饭粒，不用猜，一定是问他有没有照顾好他们，是不是对他们不好等等。景嫣暗自遐想，猝不及防听到一句：大哥问大嫂在家里住的习不习惯，我们有没有对你好，还让我监督大嫂给他回信，还要回信。景嫣疼得站起身来。四小只莫名其妙看着超大反应的景嫣，无语摇头。大嫂想大哥了，回头我一定要把这句加到信上，让大哥知道大嫂的心意。四小只默契地想到一块。吃完饭，小玉带头端着豆油灯，带三小只回到书房。至于他们具体在书房做什么，景嫣不知道。她洗好碗，烧好热水，敲了4、5次书房的门。四小只都说让景嫣回房先睡，景嫣不疑有他，打着哈欠回了屋，倒床就睡。书房里，三小只围着正提笔写字的小玉，叽叽喳喳说话。二哥，告诉大嫂，大嫂把我们养胖了，还给我和三姐买好看的珠花带，还有书纸笔墨，还有给娘买了银钗子。小刚说话时，双眼居满了小星星。其他三小只点头如小鸡啄米。次日，四小只追在景嫣身后，一致强烈要求景嫣给大哥写回信。被逼无奈，景嫣像上断头台般去了小玉他们的书房。小玉淹没，其他3人像探照灯似的瞪大眼睛盯着景嫣。景嫣头皮发麻，央求四小只先出去。四小只摇头。景嫣想哭，突然她灵机一动，道：我要给你们的大哥写私密话，你们在这里不方便。四小只茫然对视，都不解摇头。最后还是景嫣使出绝招，不出去，他就不回信给吴晓峰。四小只顿时鬼追似的出门。景嫣握着毛笔，望纸兴叹，在心里问自己100遍写什么。问完后，大脑里还是一片空白，绞尽脑汁想来想去，最后景嫣写上4个繁体字：平安。勿念。把白纸黑字拿在手里，吹干墨汁，对折时，景嫣气哼哼的：让我给你写信，你好大的面子，怎么能让你轻松如愿，说做就做。景嫣双手灵巧转动，不出片刻功夫，信纸已折成了一只千纸鹤。景嫣脑补黄沙满天飞的情景，起身出门。景嫣满面春风地交给惊讶的小玉：嫂子，这是千纸鹤。景嫣轻启朱唇，缓缓吐出3个字来：可以教我们折吗？其他3小只一下子围绕过来，于是乎，景嫣一下子变成了手工女先生。小玉很聪明，学得也快，看着她折得有模有样的千纸鹤，景嫣感慨道：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当初她为了学折千纸鹤，浪漫掉许多彩色的纸，等等，彩色的纸，彩色的千纸鹤。景嫣眸子突然放出异彩。四小只诧异：大嫂怎么了？莫非又在想大哥？看样子似乎不像啊。四小只相互交换一个不懂的眼神，便低头继续学折千纸鹤。四妞好不容易学会了，却嫌弃千纸鹤的颜色太单调，便自作主张拿了毛笔，把千纸鹤涂成了黑色。还有别的颜色吗？三妞看着黑色的千纸鹤，蠢蠢欲动。有。景嫣知道山上长几种天然的染料树，平常用不到，她看到也没在意。若不是今天被逼无奈给吴晓峰写信，她就不会想到折千纸鹤，更不会让发展到上山采染料染千纸鹤。看着树枝上挂着5颜6色的千纸鹤，四小只心有灵犀提议：大嫂，咱们可以折千纸鹤去买。景嫣把提议变成了现实，卖青团，免费送千纸鹤，生意好到爆。景嫣5人击掌庆祝。然而，除去买白纸的费用，景嫣等人傻眼。一天下来，耗去纸张的费用可抵卖青团半天的收入。吴王氏睡上1天半，精神终于恢复过来，顶着肿如小核桃的双眼，
看着1分为2的2小堆铜钱，不明所以地问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他睡一觉醒来，感觉发生了好多他不知道的事。四小只害怕被吴王氏责骂，连忙把求助的目光看向景嫣。娘，事情是这样的。景嫣3言2语把事情经过跟吴王氏说明白。吴王氏听完，正在原地半天没反应。景嫣等人急坏了，生怕吴王氏一时想不开会昏死过去。5人手拉手，把吴王氏围在中间。败家的媳妇，时间1分钟1分钟的过去，愁坏了景嫣5人。5人偷偷商议，要不要派一个人去请村里的吴老大夫来，先候着，有备无患嘛。小玉刚准备转身，吴王氏突然一声怒吼，震得景嫣5人下意识捂住了自己的双耳。景嫣俯首作晓：“娘，你想打还是想骂？我随你挑。”看样子他是逃不过或打或骂的命运。景嫣低着头，视死如归地站在吴王氏面前，久久没听到吴王氏说话。景嫣还以为婆婆没想好怎么罚她，正准备来个温馨小提示，谁料吴王氏在这一刻动了。他双手紧紧握住景嫣的手，神情激动，说话都带着颤音：“景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嫁到我家来，谢谢你一心一意带我们赚钱致富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家风儿。”景嫣被吴王氏这一波操作搞懵了，眨眨眼，再眨眨眼，再三确定眼前是货真价实的吴王氏，景嫣的心情由坐过山车七上八下。“娘，你没事吧？说好的惩罚呢？你婆婆我现在好得很。”吴王氏中气十足道：“那你这是？”景嫣小心措辞，没办法，他实在摸不透吴王氏到底想干什么，只能闭着眼睛瞎蒙。吴王氏脸不红，气不喘：“夸你，还不如骂我。”景嫣在心里呐喊，哪有让人听得心惊胆战的夸奖？她是头一个。景嫣没想到婆婆竟然会吊人胃口，我不仅要夸你，还要奖励你，奖励我。她没听错吧？婆婆居然要奖励她。景嫣拼命摇头：“婆婆，你饶了我，下次我再也不敢了。”景嫣双手合十，可怜巴巴求饶。一旁的4小只简直不忍直视，大嫂和娘的画风转变得太快，他们小心脏还适应不了。要的，吴王氏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摸出一只水头极好的双鱼玉佩，手法笨拙地戴到景嫣的脖子上。景嫣陡然睁大眼，一股脑摇头：“娘，虽然我不识玉，但这玉一看就是极好的，我不能收。还有你这玉佩是打从哪里顺来的？”当然，这话景嫣不敢问出来，只能烂在肚子里。她绝不相信婆婆能拿得出这等质量的玉佩，这玉佩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。景嫣还想拒绝，眼疾手快的吴王氏一把按住了景嫣的手，恨铁不成钢道：“你收好，这是小峰他娘留给他的。小峰写信回来，让我传给你。他是什么意思？”景嫣气在心头，忽略了吴王氏话里重要信息：“傻丫头，玉佩可是定情信物，现在你可懂了。”吴王氏才不相信聪明的景嫣不会不懂，害羞才会装傻充愣。景嫣闻言，生无可恋，垂下了头。她还想嫁人，吴小峰又没见过她的面，就断定他是她相伴一生的人，太草率了吧？这样的男人，她欲哭无泪。吴王氏语重心长劝：“乖，玉佩我可是亲手交给你的，你可要保管好。”娘，说好的惩罚呢？怎么变送玉佩？他宁愿受罚，才不想要什么玉佩。吴小峰，可恶的家伙！景嫣带着双鱼玉佩，就像带着一个烫心疙瘩，左右为难。吴王氏全当看不见，总算把小峰带回来的东西送了出去。吴王氏如释重负，呼一口气。4小指嘻嘻哈哈追打着玩。景嫣把自己关进了房间，苦恼地瘫坐在桌前，将身前的玉佩取下，摆放在桌面上，双手托腮，苦恼地看着静静躺在桌面的玉佩。吴小峰，你识字，又有水头极好的玉佩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光想想景嫣就觉得不对。可是以婆婆家的条件，
把全家的人都买了，都凑不到买这个玉佩的零头。莫非她不是婆婆亲生的？烦躁难安，景嫣决定去问婆婆。可是刚走到房门口，她又退回来了。万一真不是婆婆亲生的，那以后该怎么跟婆婆相处？问这些话太戳婆婆心窝子。好歹养了一场，没有生恩也有养恩。最终景嫣说服了自己，婆婆没有主动挑明，她就当作不知道。景嫣忘了，吴王氏说这个话题时，她压根没在意，一夜好眠。第二天，景嫣带着三妞和四妞回了趟娘家，特地送土豆种子和红薯回去。一路上，景嫣背着大袋子，三妞和四妞手拉手，银铃似的笑声不绝于耳。景嫣走在后面，看着两人欢快的背影，好笑。三妞、四妞喜欢出来玩吗？喜欢。这段时间，两人一直像个小大人似的，跟着景嫣他们上山摘青明草，晚上帮忙做青团。青团做好了，还要跟景嫣上街去叫买。对此，两个小丫头从来不叫一声苦，整天扬着小脸笑，仿佛不知苦味和滋味。景嫣很喜欢跟四小只相处，轻松无压力。最重要的是，跟他们一起，她惊觉自己越来越像13岁的小姑娘。三个人一路说说笑笑，很快就到了破庙山下。近了，三妞和四妞看到破庙外围着的竹篱笆墙，惊奇不已。大嫂，这就是伯伯和婶婶家吗？是啊，我家就住这里。说着，景嫣轻拧着眉，感觉家里太过安静。换做以前，大小安爹娘远远瞧见她回来，老早就到院门外等着。今天是怎么了？她默算一下，今儿也不是送凉拌菜的日子。景嫣心里陡然涌起一股不安，脚步不由加快，把两个小丫头甩在身后。她边走边说：“三妞、四妞，你们跟上，我先进去看看。”说着，她往院子里扯着嗓子喊：“景荣、大安、小安！”下一秒，大小安从破庙里冲出来，跑到院门口，打开了篱笆院门。“姐，你回来了！”大小安眼中显出惊喜。一看这情况，景嫣就知道有事。她开门见山问：“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”大小安闻言就是一怔，而后失落点头：“爹娘，景荣人呢？”“三妞、四妞快进来！”景嫣问完，又招呼站在院门口朝破庙张望的两个小丫头：“大安哥哥好，小安弟弟好。”三妞带着四妞跟两兄弟打招呼。景嫣趁他们打招呼时，把袋子放回屋里，转身出来，目光紧紧盯着大安的眼睛，逼问：“爹娘呢？”“姐、爹、娘，还有二姐被大伯请到爷爷奶奶家去了，我去看看。你们在家陪三妞和四妞。”丢下这句话，景嫣一阵风似的飘出破庙。景老太家，景老太和景老头坐在主位上，沉着一张老脸，痛心疾首地看着站在堂屋中间微微低着头的景大旺、楚红梅，还有一脸倔强的景荣。两边坐着景大兴和景大发两家，都幸灾乐祸看着中间站着的三人。“老三，你给个实话，这凉菜秘方到底要不要交出来？”景老太端着茶碗喝了一口茶，目光冷然地注视着低着头的景大旺。景大旺像被仙人施了法术，沉默着没有回应。一旁的景大兴却翘起了唇角。然而越是这样沉默，景荣和楚红梅心里越没有底。过去这样沉默着，最后妥协的低头，他们见过太多，要是大姐在就好了。景荣暗暗祈祷，见景大旺一动也一动，声也不吭一个。坐在一旁的景大兴以兄长的名义施压：“老三，咱们只有一个妹妹，眼看就要说亲，咱们家没有一点家底是说不过去的。”正在此时，屋里的人骤然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巨响，紧接着景嫣鬼魅似的出现在众人面前。景老太和景老太眼皮猛地一跳，手指指着景嫣，颤声音惊惧问：“你又把大门踢倒了？”不是疑问，而是肯定。景嫣挑眉：“没错，
你景老太一阵肉痛，那可是他花了70文新做的大门，就被这死丫头轻轻一脚就踢没了。他心痛得要死，眼角余光看到站着的景大旺三人，狠狠咬一下后牙槽：“老三，你难道不想你妹子嫁得好吗？奶奶，小姑好像是你的女儿吧？”景嫣趁景老太换口气时，冷冷问道：“可也是你爹的妹子？”大伯景大兴最烦看到景嫣，每次看到景嫣都不会有好事。本想趁景嫣没回娘家，把老三一家诓过来，好好敲打一番，让他们主动交出凉拌菜方子。他早打听清楚了，自从老三家做起凉拌生意，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3天2头吃肉，大小安、景荣个个有零嘴不说，还经常换新衣服穿，这些都是他梦寐以求的。一番连哄带骗，景大兴说服景老头，小景是说动景老太。于是乎，景大兴带着景老太的命令，上山强硬地请来了景大旺三人，软磨硬泡。景大旺愣是不开口，景老太等人急得团团转，却拿景大旺没办法。景大兴眼珠子一转，计上心来，借着妹子景秀的名义，要景大旺上交凉拌菜方子。没想到景大旺是一块硬骨头，一问三不答。关键时刻，景老太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人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，着实吓了他们一跳。难道不是大伯的妹子？还是说你们借着小姑的名义，想抢我爹娘的凉拌菜方子？众人没想到景嫣会这么直白说出来，一时间，整个堂屋的气温陡然下降10几度，众人仿佛又回到了冰冷久寒天，冷眼看着瑟瑟发抖的景老头和景老太。景嫣神色淡淡，声音冷漠：“不要惹我，否则我会让小姑做一辈子老姑娘。你还有妹妹没嫁呢。”小王氏眼看快到手的凉拌菜的方子要飞了，他怎能不急？景嫣眼风如刀，朝小景氏甩过去：“那就不劳大伯娘操心。”景嫣目光深深扫过堂屋里的每个人，最后目光一变，落在满脸笑意的景荣脸上：“爹娘，景荣，咱们回家。”景嫣走上前，亲密地挽着景大旺的胳膊。景大旺缓缓抬起头，无极焦的眸子这刻才有一丝光亮。他重重点头，跟着景嫣机械往大方口的方向走。景老太等人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景嫣4人走远，敢怒不敢言。跨出门槛，景嫣突然回头，朝堂屋里面的人灿烂一笑：“少动些歪心思，想赚钱，四肢发达，五体不勤，那你们就等着天上掉馅饼吧。”说完，景嫣不再理会屋里众人精彩纷呈的面部表情，搀扶着景大旺施施然走了。4人踩过倒地的新木门，走到院外，景荣重重呼出一口气，感叹走出来的感觉真好。他扭头朝景嫣开心笑：“姐，幸好你来了。”说到这，他顿了顿，目光飞快看了一边的景大旺一眼，才悻悻说道：“我怕爹挺不住奶奶和大伯连番敲打，你爹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点能耐？”景大旺没好气地瞪景荣，景荣只能呵呵了。楚红梅连忙附和：“没错，我也怕你心软交出方子，还是嫣儿有主意，把方子。”楚红梅正说着高兴，就见景嫣伸手做个噤声的动作，她的声音顿时戛然而止。4人上了山，楚红梅才继续刚才被景嫣打断的话题：“嫣儿，你把方子交给大安、小安、兰儿3人保管是对的。”想到刚才景大旺在老房子里的表现，楚红梅就感到一阵后怕。景大旺无语，咋就不相信他呢？景嫣看着爹娘妹妹3人之间的互动，高兴万分。包子娘进步了，包子爹也不能落下。景嫣状似无意问：“爹，若是我刚才没去，你想怎么做？”“我本来就不知道，让我怎么说？”景大旺老老实实答：“如果下次爷爷奶奶、大伯他们再逼你们呢？”景嫣追问。这景大旺顿时头大如牛。不过仔细想想，嫣儿的说也对，凉拌菜生意这么好，爹娘不眼红才怪。
村里的人都开始提着东西上山串门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见包子爹把他的话真的听进去了，景嫣也不催促他，笑眯眯地跟楚红梅和景荣说话。三妞和四妞也来了。对呀，我今天送土豆种子和红薯过来。对了，娘，家里可有买地？没有地，怎么种土豆？有，我和你爹把这破庙这边山都买下来了。是吗？那北面山怎么不一起买下？景嫣觉得娘家不差这点钱。景荣闻言笑了：“姐，你这就不知道了吧？背面的山被人买下了，不过奇怪的是，我们都没看到过人。不管了，我看就山上开荒出来，可以做地房子嘛，就麻烦爹到李正叔家跑一趟，买几亩吧。”回到家，楚红梅一头就钻到厨房。景嫣想帮忙，楚红梅不让，让她陪大安他们玩。景嫣记起山上的陷阱，便问景大旺多久没上山看。景大旺嘿嘿一笑，神色尴尬地看着景嫣。也罢，景嫣跟景荣他们打了声招呼，带着袋子就独自上了山。根据记忆，景嫣一连翻看了7、8个陷阱，这些陷阱里没有一只猎物。景嫣不放弃，又继续往山中前进，连继又看了几个陷阱，依然一无所获。景嫣本着看完最后几个陷阱的想法，继续穿梭在树林中，走到山脚下。景嫣扒开陷阱上面的枯草，顿时喜上眉梢。陷阱里窝着2只肥鸡，她喜不自禁伸手把野鸡提了出来，绑了翅膀和双脚，扔到袋子里。刚准备站起身，突然感觉有东西在轻轻触碰她，她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，双手抓紧袋子口，闭了闭眼，才缓缓转身。这一看吓她一跳，原来是自己上次帮她止血的小包子。景嫣身心俱松，笑着伸出手指戳戳她的脑袋：“小包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上次是我一时心软救了你，你怎么还敢来找我？就不怕被我抓走买钱？”小包子对景嫣心的话充耳不闻，只微眯着双眼，享受着景嫣有规律的手指头轻敲，摸摸她的头，跟她说了会话。景嫣提起袋子，起身跟小包子告别：“小包子，我要回家，你也快些回去，不然碰到猎人，你就要遭殃了。”说着，景嫣朝恋恋不舍的包子挥挥手，刚抬脚，裤脚就被小包子咬喂了。景嫣低头：“我要回家了，不然我娘他们会担心的。”小包子不松口，加重了力气拉扯景嫣的裤脚。景嫣皱眉：“你想带我到哪里去？”听到景嫣懂他的意思，小包子点点小脑袋：“好吧，我跟你走。”景嫣看一眼太阳的位置，离午饭时间还早，跟小包子去一趟，看看什么情况也好。再说小包子眼中也没恶意，跟着小包子穿梭在丛林中。景嫣用袋子挡开拦路的枝枝蔓蔓，穿过枯草林，走过人迹罕见的大树林，又越过清澈见底的小溪。景嫣见自己离家的方向越来越远，不由开始着急。然而在前面领路的小包子还没停下来的意思，他骤然停下前行的脚步，冷声问：“小包子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？”小包子又跑回来，用嘴叨着景嫣的裤脚，往前拉扯。景嫣服了，只好妥协：“你放开我，我跟你走就是。”嘴上说着，心思却百折千回。莫非小包子是什么神兽？我救他一命，他就带我去藏宝地挖宝，以报我救他腿之恩。景嫣觉得自己想得很对，越想越觉得自己捡到了宝。穿越小说里都是这样写的，心里没负担地跟着小包子穿山越岭，也记不清自己到底穿过了多少山林，越过了多少山头。景嫣全身骨架像散了般无力，双腿更是像灌了铅，一刻都不想动。景嫣上气不接下气地背靠着3天大树，抬手抹着俏脸上如注的汗水，虚脱而又绝望地看着幽静的山林，舔了舔干瘪的唇瓣，疲惫吵哑道：“小包子，我现在走不动了。”小包子看景嫣一眼，转身一跃，顿时消失在密林中。景嫣惊得下巴都快掉了，
死包子，居然扔下他不管，现在好了，自生自灭，这是自己选的路，哭着也要走回去的。景嫣哭丧着脸，无力地拖着袋子，转身往来时的路走。走了一段，景嫣彻底傻眼，入眼都是3天大树，连天上的太阳都只能从层层叠叠的树叶中看到。老天，这是原始森林吗？景嫣想哭，心里想着在家等她回去的爹娘。景嫣深深叹一口气，凭着这一信念，拖着双脚走。走几步，景嫣停下来歇会，补充体力。这时她眼前一花，再定睛一看，可不正是刚才消失不见的小包子吗？只见他嘴里叨着一个不知名的红果，眼睛湿润地看着他，仿佛在告诉景嫣，这没毒，可以吃。景嫣嫌弃地摇头，不用了，你还是自己吃吧。他现在只想早些回去。小包子用受伤的目光看着景嫣，景嫣原耐，伸出手，颤抖着接过小包子从嘴里吐出来的红果，瞧着红润透亮。景嫣拿在衣服上，来回猛擦，在小包子的监督下，他一口吞掉了拇指大小心的红果，顿时一股清甜快速扩散到身上的每一个细胞。景嫣神清气爽，身上的疲惫瞬间消失不见。难道这是有灵力的果子？景嫣脑门大开，不由联想翩翩。小包子无语地看着异想天开的景嫣，无语摇头，若不是受冷饮所托，他才不要穿山越岭，带女主人来这里，辛苦为主人采摘解毒红果，一人一包，又继续翻山越岭，累死累活回到破庙后山。景嫣连再见都免了，头也不回，直接下山。小包子举起前面的2只小爪子，兴奋地朝景嫣的背影挥爪。这时，凭空出现一个黑衣人，一把抱住小包子，低头道：“真是只傻包子，你才傻，你全家都傻。”小包子无声在他怀里挣扎呐喊：“主人才不会嫌弃他傻呢！”哼，他才不傻。景大旺一家惴惴不安围坐在饭桌前，看着桌上渐渐变凉的菜，没有人先开口说饿。娘，爹我回来了。突然，一道轻快的声音从破庙门口传来，全桌的人闻言不约而同朝门口望去。景嫣汗流浃背，顶着沾满枯枝败叶的鸡窝头，满脸皮容，拖着袋子，一拐一瘸走进来。姐，你去土匪窝了。景荣瞠目结舌地瞪着眼睛看景嫣，大小安和3妞4妞连忙跑下饭桌，心痛地握着景嫣的手，眼睛湿润地看着她，只差没流出眼泪。景大旺和楚红梅一人去厨房，一人搬了把椅子过来，让景嫣坐下休息。景嫣扔下袋子，一屁股坐下来，半天回不了神。奶奶的，累死累活跑半天，就吃了一颗小红果，还以为是什么宝贝红果，结果什么都不是，拖着沉重的身子走回来。景嫣发誓以后再也不相信小骗子包子了。楚红梅打来温水，拧了帕子，小心翼翼帮他擦去脸上的汗迹，又去清除他头上的枯枝败叶。我饿，娘。许久，景嫣才有气无力沙哑道。吃完饭，景嫣到景荣屋里倒头就睡。日落西山，景嫣还在呼呼大睡，怕亲家母担心。景大旺连忙下山，找人给吴王氏带口信。吴王氏收人同村人带回来的口信，悬了一天的心顿时回到肚里。吴王氏带着小玉和小刚回到院子，关好门，又上锁。走，咱们吃饭吧。你们大嫂明天带3妞4妞回来。破庙，景大旺和楚红梅、景荣3人忙着明天要送的凉拌菜。3妞4妞在一旁看着新奇，景荣便用手拿了一些凉拌笋片，分别送到2个小丫头嘴里。是2小丫头的眼睛顿时亮如天上的星星，吞咽后连连说好吃。景荣又拿另一样凉拌菜送到2小丫头嘴里。就这样，2小丫头试吃了10几种凉拌菜，看到他们喜欢吃，楚红梅边拌凉菜边看着他俩，慈爱地问：“明天带些回家吃？”“不，我们尝尝就好了，这些是要拿来赚钱的。”
两小丫头在景嫣的耳虚目染下，已经学会了好多新鲜词。没事，你们喜欢吃就好。楚红梅笑眯眯低头拌凉菜。大小安因景嫣之前布置的任务，兄弟两个每天雷打不动看书写字，景嫣回家都会不定时抽查。若是发现两个弟弟，其中有一人没按他的要求完成，就要接受他的惩罚。以一罚十，小安有一次想蒙混过关，景嫣当时就冷下脸，反问：“你现在这种态度对待写大字，想过以后吗？”小安顿时垂着头，垮着肩膀，拿着自己写的大字，回到书房，继续与大字奋战，一觉睡到天亮。景嫣神清气爽起床，正在厨房忙碌的楚红梅看到景嫣穿戴整齐出来，忙笑着说道：“我擅自做主，杀了一只鸡炖汤，给大伙补补。”昨天嫣儿回来的样子，着实吓了她一跳。好，景嫣又出来到破庙外，就看见他爹景大旺正弯着腰站在破庙外面的横排上，挥着锄头开荒。景嫣赶紧回屋，拿了一把新打的锄头，加入到景大旺开荒的队伍中。嫣儿，爹一个人来就行，天还早，你再回去睡会，我睡好了。爹，景嫣撸起衣袖，清晨的春天还是有些凉，不过挖了一小段荒地后，景嫣白嫩的脸上渐渐冒出细烟的汗珠。爹，你和娘要是忙不过来，可以请玩得好，信得过的人帮忙。父女俩坐着歇气时，景嫣心痛父母劳累，暖心提议。好，没想到景大旺会满口答应。景嫣又说了秘方的事，景大旺无奈而又宠溺地看着自己的大女儿。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，知道昨天还能被大伯哄了去。对于他老爹的话，景嫣表示深深的怀疑。当然，他面上不显一分，唇角上翘，眉眼弯弯，初升的太阳斜洒在景嫣还未完全长开的嫩脸上，晕染上一层淡淡的金光。景大旺静静地看着大女儿长了些肉的侧脸，欣慰地笑：“嫣儿脸上总算长些肉了，想来她在吴家过得不差。只是那未曾谋面的女婿去了边关，不知何时归来。嫣儿，女婿有可带信回来。”景嫣正享受着大好晨光，突然听到景大爹没头没脑问一句，景嫣一怔，很快点头：“有。昨我还回信了呢，我婆婆还特么送了一块好玉给他，他怎么看都觉得那玉像紧箍咒，一下子套死了他。混蛋吴晓峰！”景嫣在心底问候吴晓峰祖宗八代十几遍，看到你们相处开心，爹和你娘也就放心了。都说儿女都是债，嫣儿被卖到吴家做儿媳妇，他做爹的却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哭着出嫁。自从她出嫁后，他和楚红梅还有大小安、景荣就没少担心，生怕她年纪轻不懂事，性子又烈，当面顶撞她婆婆，那日子该有多难过。陡然听大女儿和大女婿还相互通信，景大旺心里悬着的石头微微往下沉了一些。嫣儿，你公爹可好些？想到吴家的养家重担全部压到女儿稚嫩的肩膀上，愧疚又自责地看一眼不谙世事的大女儿一眼，景大旺又是深深一叹。景嫣见到景大旺身上真真切切的担忧，心里顿时淌过一股暖流，就像初升的太阳，渐渐有了温度。她好像已经习惯把自己当成了他们的女儿，也享受做他们的女儿。爹，我公公他还是老样子，一直昏着。景嫣和景大旺闲聊一会，两人又开始挖荒地，边挖边聊。时间一溜烟过去，破庙屋顶的烟囱里飘出袅袅炊烟，橘红色的太阳慢慢变成了金色，照在人身上，有淡淡的暖意。爹，大姐，回来吃饭。小安站在篱笆墙里，双手做喇叭状，扯着嗓子朝景嫣的方向大喊。景嫣抬头回他一笑，知道了，现在就回来。说罢，景嫣和景大旺扛起锄头往家里走。景大旺裤脚上、草鞋上都沾着湿泥，景嫣跟在后面，又低头看自己，他布鞋底上也沾了厚厚的一层湿泥，
两人推开院门，就见景荣正站在院中帮四妞绑头发。爹姐，你们回来了，叔叔嫂子早上好。这时，大安、小安穿着同款天蓝色春袍，一阵风从屋里刮出来。小安直扑向景嫣，景嫣连忙把锄头交给他爹景大旺，自己俯身张开双手，一把抱住迎面冲过来的小安。景嫣特地在臂弯里掂了掂小安的重量，不错，比上次重了多一些，又笑嘻嘻捏捏他圆润的小脸，长了些肉。姐，你是在说我胖吗？小安紧紧窝在景嫣怀里，闷声道：“没有，姐姐喜欢这样的小安，多吃些肉，长得快。”景嫣抱着小安进屋，她喜欢小孩子胖嘟嘟的，捏起来才好玩。当然，自己让娘精养起来的弟弟，只能他欺负着玩。吃饭间，看着两兄弟津津有味吃着鸡肉，景嫣弯唇好笑。楚红梅把平日里属于小哥俩的鸡腿夹给了三妞和四妞，小哥俩也不闹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饭后，景大旺驾着牛车跟楚红梅把昨晚凉拌好的菜都搬上牛车，紧跟着小哥俩各自斜背着同衣服颜色一样的斜挎包，爬上牛车。娘、大姐、二姐、三妞、四妞，我们先去镇交货，回来带冰糖葫芦给你们吃。小安愉快地挥挥肉肉的小爪子，一路平安，早去早回。爹，下山的时候小心走，带着家人的叮嘱。景大旺驾着牛车，载着小哥俩和几坛凉拌菜，平稳地朝山下驶去。景荣带三妞和四妞上山打猪草，景嫣和楚红梅两人坐在一起切土豆芽。楚红梅先观看景嫣切了一个，自己也拿着刀式切起来。嫣儿，你咋知道这土豆的种法？娘，我村里有一个嫂子，她弟弟家就种过，听她说产量还好，土豆人能吃，猪也能吃，而且土豆藤还可晒干，留到冬天煮猪食，是吗？那太好了。楚红梅脸上满是喜色，他们才搬来破庙，什么都没有，都要现成做。猪栏里的两头小猪，现在由景荣每天上山或下山到处打猪草，得空他也一起去。刚好景嫣给他带来了希望，景嫣又告诉楚红梅种植红薯的方法，这些都是他前世他家人种植红薯的宝贵经验。突然，楚红梅问景嫣：“嫣儿，你舅舅前几天过，特意送一些果树苗过来。”景嫣一听，双眼顿时放亮，连忙点头如捣葱：“是吗？舅舅送来哪些果树苗？”“有李子、桃树、梨子，还有野樱桃、葡萄。”听着楚红梅报出一长串她熟悉的名字，景嫣喜不自禁：“太好了，这些水果都是她爱吃的。”她正愁没地方搞果树苗，正想着，就有人主动送上门来，运气好到爆。“娘，舅舅能搞到多少？”楚红梅抬眸，认真想了想，忽然抚掌道：“你舅舅一年四季到处跑，果树苗容易搞。过2天我回你外婆家跟你舅舅说去。”“好，娘，你跟舅舅说，他有多少，我要多少，我先付100两定金。”说完，景嫣放下手里的刀和土豆，从怀里摸出几张对折的100两银票来，从外面抽出一张，递给讶异的楚红梅。楚红梅怔怔接过，狐疑地打量着大女儿：“嫣儿，你实话告诉娘，你私藏了多少银子？你婆婆知不知道？”被楚红梅突然严肃起来的模样吓了一跳，景嫣感动又好笑：“娘，我婆婆她知道，但是具体多少我没告诉她，那怎么行？你婆婆心里会不舒服的。”楚红梅义正言辞地看着一脸淡定的景嫣：“我也有份她银子，家里每个人我都有份。”景嫣非常不理解，为什么自己辛苦赚的银子要上交给婆婆？你是儿媳妇，她是你婆婆，听话，回去就把银子上交。娘，如果我要用银子怎么办？景嫣真的不理解楚红梅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。一般的父母不是劝自己的女儿多存点私房吗？到了自己娘这儿，居然让她全部上交，
根本不可能。景嫣目光灼灼地盯着楚红梅，没想到楚红梅理所当然道：“我一般不用钱，万一遇到急事要用呢？”景嫣眼睛眨也不眨地追问：“那？”楚红梅陷入沉思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她耷拉着脑袋，闷声闷气说：“去找婆婆要。”真不知该说她娘天真呢，还是说她娘太愚孝。景嫣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她娘，苦口婆心劝：“娘，把自己的全部家当交上去，然后要用钱，是不是得低声下气求？你怎么知道？”楚红梅猛地抬起头，一脸震惊地看怪物似的看着景嫣。景嫣在心里翻个白眼，她当然知道，否则前世怎么愿意当不婚族？见包子娘惊愕的表情，景嫣不得不怀疑：“娘，奶奶他们该不会找你要钱用了吧？”没有的事。楚红梅慌乱避开景嫣如刀的目光。景嫣看她这样子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心火瞬间点燃，她蓦地变了脸色，冷声质问：“一共要过多少次银子？怪不得他们昨天那么好说话的放他们走。”她把大门踢倒了，也不见人出来要赔偿。原来他们早有对策。不多。楚红梅声若蚊蝇。不多是多少？景嫣紧紧逼问。10两。楚红梅把头埋进了膝盖里。娘，我问你，如果没有凉拌菜生意，你和爹一年能凑10两银子吗？不能。声音弱弱传来。知道不能，你还给。你有想过景荣和大小安吗？他们还那么小，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景嫣见不得楚红梅懦弱的模样，心中的怒火越燃越旺，声音也跟提高不少。娘，你有本事给钱，难道就不敢面对我吗？景嫣砰地把菜刀摔到地上，豁得起身，居高临下又冷漠地看着缓缓抬起头的楚红梅。我问你，如果你手上只有10两银子，奶奶找你要，这10两银子是全家人1年的生活希望，你会给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没有这10两银子，我们全家该怎么活？你怎么这么软弱？过去奶奶他们欺压我们的事，你全不记得是吧？景嫣冷冷地瞥他一眼，转身就往外走。你去哪里？楚红梅心里一慌，连忙追了出来。你把钱都给了谁？一共给了多少？景嫣头也不回，声音更是没有一丝温度。楚红梅底气不足，讷讷回答：“你小姑，一共10两，以后你不要碰银子了。”景嫣说完，直接下了山。景家大院，景秀正和景老太坐在院中晒太阳、嗑瓜子。娘，楚红梅的钱真好要，一出手就是2两。景秀愉悦的笑声从院子传出来。站在院门口的景嫣闻言，讥讽地勾了勾樱唇，抬脚对着大门就是一脚。砰的一声巨响，新安上的大门应声而到，惊得景老太母女从椅子弹跳起来。景嫣沉着脸走进去，一眼看到景秀头上新的银钗子，她什么都没说，直接走到目瞪口呆的景老太母女2人面前，伸手就从景秀头上取下银钗，把银钗放入怀里，对她这肥肥的大饼脸，顺手反手就是连续10巴掌。景秀和景老太被巴掌声惊醒，尖叫大喊：“杀人了！快来人！”景嫣要打死他小姑，边喊景老太边挥舞着双爪去抓景嫣的脸。景嫣险险避过，改打为抓，抓着景秀的头发朝景老太的面门撞去。景老太躲闪不及，母女2人抱成一团，砰的一声，双双倒在地上。啊！当了景秀的人肉席子的景老太顿时叫出了杀猪声。见状，景嫣鄙夷地摇摇头，走到2人身边。景嫣蹲下身，抓起景秀的头发，冷声问：“说，找我娘拿的银子放在哪里？”脸火辣辣的痛，现在又被景嫣扯着头发。景秀拖着哭音，战战兢兢：“我用完了。”景嫣也不跟他废话，扯着他的头发，对着他的左脸又是一巴掌。痛，别打了，求你别打了。我说在哪里？景嫣的声音仿佛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压在景秀下面的景老太闻言大惊失色，准备开口指制女儿，不想
景嫣看透了他的心思，照着景秀的脸又是一巴掌。啊，痛死我了！娘，知道痛说明还没打怕。景嫣看着他高高肿起来的发面脸，冷笑着扬起手来，不要，银子就在我屋里床底下的坛子里。景嫣骤然松开抓景秀头发的手，猛地站起身，大步朝景秀的房间起。身后传来景老太气急败坏的骂声：“死丫头，你爹娘就是这样教你的吗？对付非常之人，必须要用非常之手段。很不幸，你们正是非常之人。”景嫣果然在景秀屋里的板底下找到了一个小坛子，打开一尘不染的盖子，伸手去掏出一大把碎银子，足有20-30两之多。莫想到小姑挺有钱的，景嫣也不贪心，拿了自家的10两银碎银，就把其他的全部放了回去。景秀倒在地上，度日如年，双眼焦急地盯着房门口看，生怕景嫣把他的私房全拿了。没有人帮忙，他根本站起不来。那个死丫头真是他的克星，每次碰到他都没好事。景秀气得想捶地，好不容易攒的钱，他容易吗？怎么还在出来？该不会他真的把所有的银子都占为己有，一个铜板都不留给他？越想越着急，景秀双手撑地，试图从地上爬起来，刚支撑起双手，紧接着就是闷砰的一声，又倒回景老太身上。可怜景老太痛得眼泪鼻涕直流，自己怀胎生下来的女儿，她怎么舍得责骂？除了咒骂景嫣几声解气外，景老太只盼景老爹他们下地做事早些回来。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景嫣还没从屋里出来。景秀只恨自己平时吃得太多，动得太少，平生第一次有了要减肥的觉悟，在煎熬中挣扎。景秀眼中的亮光一点一点暗下去，景嫣还是没有出来，仿佛油尽灯枯。景秀最后的希望灭了，她绝望地缓缓地闭上眼睛。正在这时，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，景秀猛地睁开双眼，就见景嫣笑眯眯地站在她面前，把玩着手中的碎银子，目测一下，大概10两。景秀无处安放的心，在这一刻倏地落回肚里。阿弥陀佛，死丫头没有多拿她的私房钱。景秀喜极而泣，景嫣无语，拿别人的东西就理直气壮。他就是进景秀屋一趟，就那么担心自己多拿了他的钱，将心比心，为什么拿别人的东西就觉得理所当然，理直气壮？他们家的银子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即使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他们也得弯腰捡呢。景嫣真想敲开景秀脑袋看看，里面是布里全是黑浆糊。他刚才就是故意在景秀屋里多待一会，就是让景秀多着急一下。他就是喜欢看景老太和景秀惹他，又拿他没有办法的样子。景嫣眉开眼笑的拿着碎银，在景老太和景秀两人眼前缓缓一过。景秀和景老太气得直翻白眼，景秀想拿又怕打，景老太被女儿压着，动弹不了半分。刚才听到骨头咔咔声，也不知道骨头断了没。这个丧门星！景老太怨毒的目光射向景嫣，恨不得给她抽皮扒筋。景嫣笑吟吟的，像春天怒放的海棠花，站在阳光下，全身上下仿佛镀上了一圈金色的光晕。你，景老太呼吸困难，半天都吐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。依景秀现在的吨位，没把景老太压死是万幸。至于断手断脚什么的，景嫣才不管，她拿回属于她娘的银子就好。眼看着景嫣就要走出院门，景秀急出了汗：“你还我银钗，那可是她攒了好久的银子才买的，还没待过2天，谁料这死丫头就杀上了门。这钗子就当我收你一点利息，以后你们谁若是再上山找我家人要银子。”说着，景嫣伸手推倒了院中唯一的一棵大树。景老太和景秀顿时噤了声，嘴角张的能塞进一只大鸭蛋。景嫣无视两人脸上的震惊，转身哼着小调回了破庙。看到失而复得的10两银子，楚红梅又惊又喜，但是就是不敢伸手去接。景嫣当着楚红梅的面
坦然地把10两银子塞入自己的荷包里。楚红梅、善善没说话，母女俩相对无言，屋里的气氛瞬间压抑起来。好几次，楚红梅都想找景嫣说话，然而张了张嘴，又无力合上。景嫣强压下心中的怒火，冷着脸，就是不去看楚红梅讨好的脸。土豆芽切好了，景嫣拿着锄头，提着装有土豆芽的篮子出子院门。楚红梅连忙去挑水分，在楚红梅转身之际，景嫣回头看了她一眼，深深叹一口气，默默转身走到早上和他爹景大旺挖好的地里。这时看到一个人影急匆匆地往山跑，景嫣紧蹙着眉，眯着眼睛往下看，确定不认识，便没在意，放下篮子，拿起锄头就掏地沟。半晌后，景嫣听到一道气急败坏的骂声：“景嫣，你个死丫头，把你奶奶的骨头都打断了，你还敢逃回来？”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景嫣笑眯眯抬头，冷笑：“原来是我的好大伯！死丫头，你奶和你姑又没惹你，你丧尽天良，居然跑到我家打人，现在你奶手断了，你赔医药费。”说着，景大兴朝景嫣伸出肥大的手掌，瞧着他白皙无减的手掌，景嫣双手抱胸，冷冷斜睨着他：“你说断手就断手，我走时，他老人家还好好的被他女儿，也就是你的妹子压在身下，就小姑那重量级的人物，奶奶断一只手算是不幸中的大幸，要钱找小姑去。”他床下的坛子里藏着20-30两银子，景嫣坏心眼的想，让他们自己狗咬狗去。景大兴闻言，白白胖胖的脸顿时笑成了一个白馒头，连讨伐景嫣都忘了，转身一阵旋风刮向山下。景嫣笑眯眯地朝山下望去，那个移动的黑点越来越小，很快就消失不见。景嫣兴奋地拍拍手，拿着锄头继续掏地沟。这时，景荣背着竹篓，带着三妞和四妞从山上走出来，三人小脸红扑扑的，望着景嫣笑：“姐，我们刚才听到你和大伯的对话了，所以呢？”景嫣一昂下巴，视线跟景荣的视线在空中相遇：“姐，你又去奶奶家了？”“没错，小姑找娘要了10两银子，这事你知道吗？”“什么10两银子？”景荣的声音不自觉提高。刚挑着水分出来的楚红梅顿时又退了回去。三妞和四妞捏着小鼻子，嫌弃的摆手：“大嫂，好臭！”说着，两个小丫头朝景荣身后躲，看样子景荣不知情。景嫣皱着眉，没有说话。紧跟着，景荣气愤难平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“我和爹娘，大安小安累死累活，从早忙到晚，一整天都挣不到10两银子，小姑怎么轻而易举就拿到了10两？娘是不是当我们家开钱庄的，赚钱都不用弯腰吗？”景荣越说越生气，气鼓鼓地站着，倔强地不去看已经空着手走出来，一脸菜色的楚红梅：“蓉儿，我知道错了。”楚红梅走到景荣身边，艰难地开了口：“错了，娘，你怎么会错了？这次要不是姐发现，下次你是不是准备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送给小姑？有了第1次，还会有第2次。等把家里都掏空了，你是不是准备把我也买了，换钱去讨好小姑他们？”听着小女儿歇斯底里又诛心的话，楚红梅的脸红了又白，白了又青，像极了调色盘。她双手无措地垂在身体两侧，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凸起，神情木然，口中喃喃念着：“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卖你们，我们是被逼无奈的。”好一个被逼无奈！景荣冷哼，依然不看楚红梅：“被逼无奈就卖儿卖女？难道别人把菜刀架在你脖子上，还是奶奶说让爹休了你？你被逼无奈，当初就不要生下我们。”说完，景荣提着篮子，悲愤走从一脸呆滞的楚红梅身边走过，像没看见她在一样。但愿包子娘多少听进去了一些。景嫣目光扫过楚红梅，看向三妞和四妞时，脸上骤然染上灿烂的笑容。
三妞和四妞，快回屋去喝口茶，歇息会儿。两个小丫头正站着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困惑时，景烟轻快的声音传了过来。两个小丫头顿时脸上一喜，手拉手飞快跑了，无视楚红梅小可怜的神色。景烟狠心，全当没看到，低下头，拿着锄头继续掏地沟。母女俩个一个打小坑，一个并土豆芽。因为这是山上，又有草木炭做肥料，景烟干脆让楚红梅省了挑水分。心里惴惴的楚红梅突然听见景烟开口说话，开心的笑容迅速爬满了整个脸。可惜笑意没还有完全扩散，楚红梅就见景烟又恢复了沉默的模样。她抿了抿发干的嘴唇，有心打破这压抑的沉静。千言万语，她又不知该从哪里说起。中午饭时，母女俩种好了土豆，恰好景大旺驾着牛车，带着小哥俩回来了。小哥俩手里捏着一把冰糖葫芦，兴高采烈地爬下牛车。景大旺赶着牛车到牛栏边停下，解绳套，系牛绳，给黄牛喂草。站在院子里，小安抬头朝安静的屋里兴致勃勃大喊：“我们回来了，快来吃冰糖葫芦！”说着，小哥俩欢快进屋。小安小不懂事，没发现屋里异常沉闷的气氛。大安打发小安带三妞和四妞出去吃冰糖葫芦，他自己走到景烟和景荣身边坐下，用仅3个人可以听见的声音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若不是大伯上山来跟姐姐对峙，我们到现在还被娘蒙在鼓里。”景荣怒气难平地把事情经过又小声说了一遍。大安眸光微闪，稚嫩的声音带着几分自责：“大姐、二姐都怪我不好，是我不该给娘银子的，是你。”突然听到罪魁祸是大弟弟大安，景荣的眼睛一下瞪圆了：“你什么时候给娘钱的？你怎么事先不跟我通声气？”大安也真是的，明明知道娘不惊吓，爷爷奶奶他们正巴不得攀上家里的凉拌菜生意，只是景荣没想到小姑景秀竟已经找上了他娘，还要走了10两银子，真不知道他娘的心里是怎么想的。景荣想想就觉得头大。然而景烟却在想另一件事：小姑景秀是怎么找上娘的？娘又怎么会心甘情愿把银子给他？他们之间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景烟沉吟片刻，也没想出是什么原因来。他抬眸看着一脸自责的大安，又看看一脸气愤的景荣，弯了弯唇，笑劝：“你们2个就不要自责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杜绝它，让它永不发生。”怎么杜绝？景荣焦虑的声音立刻响了起来。大安也是一脸疑惑地看过来。景烟从容不迫道：“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这事还得问娘。”话落，3姐弟一起去厨房找娘。“你怎么那么糊涂？景秀威胁你说把蓉儿嫁一个老官夫，你还就信了？”厨房里，楚红梅正与景大旺说景秀找她要银子的事，正往厨房里赶的3姐弟的脚步顿时一顿，极为默契的同时尖起了双耳偷听。“当家的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好不容易分出来单过，好不容易靠着凉拌菜生意，生活好过些。我不想蓉儿再像燕儿那样被老景家的人掌管婚事，没想到婆婆和小姑还是不肯放过我。”楚红梅的声音里有太多的无奈与无助。门外的景荣已经听不下去，怒气冲冲走进去，看着一脸悲伤的楚红梅，大声质问：“娘，你口口声声说是为我好，咱们家都已经分出来了，每年又不是不给爷奶赡养费，你的骨头为什么就是硬不起来？小姑一句威胁的话，就让你乖乖交出10两银子，是不是下次小姑说不让大安和小安读书，你是不是就把凉拌菜秘方给人家？你是不是看到自己能赚钱了，就觉得特自豪，生怕爷爷奶奶他们不知道？”楚红梅双手掩面，痛苦摇头，一个劲地说着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不是这样的。”一旁的景大旺见媳妇情绪激动，连忙央求地看着随后走进来的姐弟俩。景烟收到，不能当不见，
走到景荣身边，抬手轻轻拍拍他的肩，示意他不要再说了。他们来的目的是解决问题的，不是制造问题。景荣也不想的，只是他太生气了。娘为什么那么容易妥协？景荣自觉挪开几步，让景嫣站到了楚红梅的面前。景嫣俯下身，与楚红梅平视，平静问：“娘，小姑是怎么找上你的？小姑的那些话很可能是真的。景老太一家为了钱把她给卖了，还有什么事是他们不敢干的？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家做凉拌菜生意，你爹带大安和小安去送货，你妹上山去摘野菜，我到山下有事，碰到了你小姑。”景荣劈头盖脸一顿骂，让楚红梅无地自容。想来想去，她也想通了，逃避是没有用的。既然燕儿这样问，想必她已经想到整治小姑锦绣的办法。后来你小姑要我每隔3天到山下的刺树林等她，明天就是见面的日子。说完，楚红梅小心翼翼看一眼对她恍若不见的二女儿景荣，见她沉默，楚红梅难过的垂下眸子。景嫣默默算了一下，照娘的意思，明天就是见小姑的日子，是给小姑套麻袋、打闷棍好呢，还是把她衣服剥光，让全村民一览好呢？屋里的其他人看着景嫣眼中闪跃着兴奋的光，不约而同在心里为小姑默哀一把。大安甚至默默加了2只白烛。景嫣察觉到几人的异样，轻咳一声掩饰：“爹娘，你们还是像往常一样，该什么就做什么啊。”楚红梅满脸诧异，还像往常一样？嫣儿是太放心他，还是想揍他小姑一顿？蓉儿过2年就是13岁了，也要开始暗访人家。若是嫣儿彪悍的名声传出去，会不会影响蓉儿许人家？想到这里，楚红梅全然忘了被景荣跳起来骂的经历。不愧是母女，景荣一眼就知道了母亲楚红梅的心思。想到大姐到现在还没见过大姐夫，她神色一凛，发狠道：“娘，你别担心我，我有手有脚，只要勤快些，能养活我自己。倒是你，不要随便听信小姑的谗言，就把我们辛苦赚来的钱双手奉上。若是你嫌钱烫手，那就交给我保管。你放心，你的钱我一分都不会动，欠他的他会一文不少的还，不该动的他一文都不动。”景荣向来是非分明：“蓉儿，娘不是这个意思。”楚红梅苍白着脸，连忙摆手：“娘已经祸害了一个女儿，不想再祸害你了，这是她的心里话。”景嫣、景荣懂，只是没想到包子娘心里一直记着自己被卖的事实。景嫣的心突然针扎似的一痛，她伸出双手，看着泪光涌动的楚红梅，情不自禁道：“娘，你不要难过，你看我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吗？有了新房子，还跟人合伙做生意。可是女婿……”景嫣握住楚红梅微凉干瘦的双手，轻快道：“娘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小峰给我写信了，还带了一块祖传玉佩回来，特地送给我的，怕爹娘、弟弟和妹妹他们不放心。”景嫣松开握楚红梅的手，低头伸手入脖子，从衣服里拿出一个极好的双鱼王佩。景大旺等人一见，顿时伸长着脑袋，惊奇地朝景嫣掌心的双鱼王佩看。玉佩中的双鱼栩栩如生，一看就是上品。景大旺等人虽不懂玉，但也知道这玉佩不凡。景嫣笑眯眯地往窗边一站，阳光透过窗棂斜洒下来，双鱼仿佛注入了活水，瞬间灵动起来。“呀，姐，这玉佩真好看，特别是这双鱼，就像活的。”大安胖胖的爪子触到玉佩上，一股温凉的触感陡然沁入他心脾，舒服，真舒服。大安的手都舍不得离开这玉佩了，喜欢就多摸摸。景嫣见大安喜欢的紧，干脆从脖子上取下来，放在他掌心，任他看个够。景大旺和楚红梅连忙阻止：“嫣儿，这是女婿给你的，你怎能？”景荣听见，顿时翻个大大的白眼：“爹娘，大安就是想多摸摸而已，不就是一块破石头，你们至于吗？”景大旺和楚红梅面色凄凄，
一时找不到反驳的话来。景嫣见状，连忙笑着打圆场：“景荣说的对，这玉再好看，也改变不了它是石头的事实。大安若是喜欢，改天姐姐上镇上给你和小安，还有景荣各买1块就是。不行，那得多贵？”楚红梅和景大旺即刻反对面，反对无效。景嫣小手一挥，事情就这么爽快地决定了。楚红梅和景大旺，景荣冲2人得意笑。大安把玩了一会双鱼玉佩，也知道这是为见面的大姐夫送给姐姐的，赶紧还给景嫣。景嫣重新把它放回衣服里，又跟景大旺等人说起挖洋姜、种洋姜的事。那个腌的、凉拌的都买得极好。说到凉拌菜，景大旺和楚红梅脸上重生，染上欢喜的笑容。爹娘、景荣，特别是大安，每次跟爹出去送货，都要记得哪些凉拌菜卖得好，还有天晴或下雨，哪些菜是客人最喜欢的，都要把它们记下来。姐，你放心，我都用小本本写着呢。说着，大安自豪地拍拍随身小包包。这个小包包是景嫣方便大安他们收货款、记账特别做的，看起来不大，其实里面有好几个夹层，即使里面装的东西鼓起来了，也不显眼，跟普通挎包差不多。景嫣习惯性揉揉大安梳得一丝不乱的竖起的头发，众目睽睽下，大安被揉得不好意思，脑袋往边上侧了侧，没想到景荣一把捏住了他白净的脸。臭小子，才多大就开始嫌弃姐姐们了？景荣笑着加重了手上的力度。大安连忙求饶：“姐，弟弟怎么会？你就像春天里盛开的鲜花，人见人爱，我怎么会嫌弃你？真的。”景荣还没打算轻易放过大安，双手开动，把大安的脸硬挤成了包子脸。楚红梅看着心痛，有心想劝，可对上景荣沉沉的目光，他心里发怵。景嫣知道景荣还在气头上，若是不让他把心里的气全发泄出来，那包子娘今晚还得继续受景荣的气。再说，景荣也不是真要收拾大安，见他下手有分寸，景嫣只是站在旁边看着玩。不出片刻，景荣在景大旺和楚红梅炯炯目光下，终于松开揉搓大安的双手。痛不痛？楚红梅一把抱住大安的腰身，眼中含泪又心痛，看着大安涨红的小脸。景大旺抬手，用手背轻轻靠近大安的脸，刚碰上，他又触电般缩回来，又靠近，停留1秒钟，又缩回来，反复几次。景荣看着又想骂人，怎么办？好生气，好生气！那是他的爹和娘，好生气！许是景荣眼中的火气太旺，大安几人都感受到了。几个人不约而同把讶异的目光全落在他身上。景荣眼珠子左右转动，嘿嘿干笑2声：“天太热，我脱衣服去。”话音还没落，人已跑出了厨房，回吴家村前。景嫣趁楚红梅和景大旺没留意，带着景荣、大小安，还有3妞和4妞，借着上山摘清明草的由头，带着锄头溜下了山。6人寻到楚红梅口中所说的刺林深处，景嫣分配任务：3妞和4妞，小安人小，负责放哨，见到有异动，立马大声说话。景嫣和景荣、大安撸起袖子，挥汗如雨：“姐，怎么不套麻袋？蒙头揍一顿，丢到那神秘大山去！”陡然听到大安的话，景嫣才知道家里藏着一个小腹黑。这招够损，他喜欢。没想到大安和他想到一块去了。景嫣抬头抹一把额上的汗，这个不错，留着备用，以后对付别人可以试试。想到自己已经胖揍小姑2次了，景嫣都有些不好意思对他下狠手。不过突然听到大安说到神秘大山，景嫣就想到自己昨天被小包子带去的山林，那里是不是就是大安口中的神秘大山呢？参天大树，一眼望不到边的丛林。莫名的，景嫣心里竟升起一股强烈的去神秘大山看看的冲动。心里一动，景嫣手上的动作未慢半分：“大姐，
你说小姑明天会来吗？今天大姐已经下山揍了她一顿。听大伯的意思，奶奶的手断了。老景家的人按理是该消停些日子。景嫣读懂了景荣眼中的疑惑，回他安抚一笑：小姑的银钗子还在我手里，她明天一定会来。大姐出马，手到擒来。大安适时拍马屁，小马屁精。景荣嗤笑，大安大方承认。大姐笑了，这说明我的话很受用。扑哧一声，景荣捂嘴大笑。是，马屁精说的对。景嫣发现大安跟着跑车送货后，嘴皮子利落许多，应变能力越来越强，这是好现象。景嫣突然把目光转向了努力收笑的景荣身上。景荣诧异地摸了摸自己的脸：“姐，我脸上有沾有土，怎么有一种被猎人盯住的心慌感？”呸呸呸，他是人，怎么能把自己当猎物呢？被景嫣盯着，浑身不舒服。景荣炸毛：“姐，你是不是想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训我？放心，我听着，保证不反驳你一句。”闻言，景嫣无奈一笑，伸手戳戳景荣柔嫩光洁的额头：“我看你空闲时间太多，便胡思乱想起来，不是训我。”景荣立马高兴起来，这变脸的速度可真够快。景嫣摇头：“你确定？”景荣才不相信景嫣这么好说话，以前训他还少吗？他都有心理阴影面积。你以后也跟着爹爹一起送货，妹妹也要学会独当一面，不然整天和包子娘待在一起，不是被包子娘气疯，就是包子娘被妹妹训疯。这两种局面，景嫣都不想看到。可是娘，想到娘会拒绝，景荣明亮的目光倏地暗淡。你只要告诉我，你想不想？当然，我也想像姐姐一样，自己出门谈生意，看到自己喜欢东西就买，不用看别人的脸色。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。景嫣三人挖好1.6米长的长方形大坑，便抱来干刺树枝，铺在上面，再在上面加上一层活的刺枝，景嫣才收手。随后带着弟弟妹妹们上山摘清明草。路过丛林边上，景嫣看到一大片黄绿色的牛奶果，景嫣伸手摘了一颗黄色的，塞到嘴里品尝，轻轻咬了一口，顿时一股又酸又涩的味道瞬间充满整个口腔。呸，好酸！景嫣连忙把它吐了出来。刚伸出双手准备摘的景荣几人连忙缩回手，果断别开脸，不去看牛奶果。6人继续往山上走。景荣提着篮子站在阴凉处，抬头往山上面一望，小脸顿时露出了笑容：“姐，大安、小安、三妞、四妞，咱们再坚持坚持，一会到山顶了，那里有一处泉眼，可好喝了，是吗？”景嫣一手抱小安，一手抱四妞，大步流星走在最前头，把大安他们甩出2丈远。望着景嫣的背影，大安崇拜道：“二姐，大姐的力气真大，脸不红气不喘的。你看看我，大口喘气，双腿像有1000斤重，那是也不看看那是谁的大姐。”景嫣得瑟挑眉，这话三妞听着有毛病，小声插进话来：“我嫂子不是你们2人的共同大姐吗？”大安弯唇一笑，灿烂如山中盛开的玉兰花。三妞一时看呆了，忘了反应。景荣歪着脑袋看着2人的互动，不解挠头：“三妞才多大，就知道犯花痴了？这还得了？他弟弟那么可爱又聪明的一个人，以后还要上学堂读书，怎么能这么早就对女孩子动心思？”想着，景荣往2人中间一站，成功隔断了三妞看大安的目光。“大姐都走远了，咱们快跟上去。”说着，景荣一手提着篮子，一手扛着3张锄头，催促大安和三妞快走。山顶上，景嫣3人背靠背坐在大石头歇气，微凉的山风一阵阵吹过来，轻拂着景嫣的面孔，吹起她额边的一缕青丝，迎风飞舞。小安看着有趣，伸出小胖手，握着发丝绕啊绕，很快白嫩的小手上缠上了一圈又一圈的黑色秀发。“姐，你能在家多待些时日吗？”
他喜欢跟姐姐待在一起，不想跟姐姐分开。每次姐姐回家，都是来去雾雾，他怕时间一长，姐姐又忘记他了，舍不得姐姐。景嫣笑容温柔，伸手搂住两小只，两小指调整个方向，乖巧地窝在景嫣怀里。没事，想姐姐了，就去吴家村找姐姐，只要翻过一座山，就到吴家村了。景嫣微微闭眼，享受这一刻难得的宁静和温馨。景荣三人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爬上来，一屁股瘫坐在沙地上。景嫣见状，让怀里的两小指坐好，解开缠绕的头发。景嫣朝对面的大山望了一眼，怕其他人察觉，立马收回目光，看向瘫倒在地的景荣，平静问：泉眼在哪里？我去取水来，就在对面的大山下。景荣怕景嫣不知道方位，还特意用手指了指。景嫣提着篮子，带着袋子，扛着锄头，快步下了山。对面的大山过去，不正好就是神秘大山吗？今天刚好是个机会，神秘大山就在眼前，景嫣不可能不去瞧瞧。山间处处换上新绿，一片勃勃生机的景象，还有不知名的小花盛开着，五颜六色，煞是好看。然而，这些都不是景嫣的目标：一，她要探险；二，她要挖油茶树样；三，她想看看那泉眼是不是真像妹妹景荣所说那么好喝。翻山越岭，景嫣一路挖了好几株品汉包玉放的兰草花，又在山洼地里挖到一大片3指大的阳江。景嫣喜出望外，没想到越临近神秘大山，收获越大。许是人们都相信神秘大山的传说，所以连神秘大山的周边都没有人敢来，正好便宜了他。看着快速鼓起来的大袋子，景嫣像小朋友得到糖果一般高兴。景嫣把兰花草和袋子提到阴凉处藏好，拍拍手，扛着锄头继续朝神秘大山前进。穿过一片枯草林，入目是一片青翠的细竹笋林。景嫣低头就看到地上长着褐红色、绿色的细竹笋，像春雨般密密麻麻耸立地上面。景嫣又惊又喜，她怎么把细竹笋给忘了？现在正是吃这细竹笋的时节。景嫣脱去外衣，掰了一大捆用衣服抱好，这才遗憾返回。这边景荣等人休息好了，久等不到大姐景嫣，便擅自做主，带大安他们到泉眼处喝水。一小潭水清澈见底，宛如古井藏在山脚下，边上长满了青苔，四周有参天大树遮着，若不仔细看，根本发现不了这口泉眼。潭边铺着2块青石，每次只够站一人。景荣带头蹲下身，双手举起一捧水，埋头猛喝，顿时清凉冲向四肢百骸，一扫之前的虚脱。小家们一个接一个来，有条不紊地排着队。景嫣怀里抱着细竹笋，手上挎着装着兰草花的篮子，背上背着阳江，肩上还扛着锄子，怕他们担心。他心急火燎地赶到刚才休息的山顶，人竟然全都不见了。景嫣举目四望，没听到一丝丝人的声音，他们该不会先回去了呢？望一眼家的方向，翻过2座山头就到破庙，还好景荣熟悉地形。这样想着，景嫣还是不放心的，站在山岗上喊了一嗓子：“景荣、大安，你们在哪里？”大山里一片寂静，偶尔听到鸟鸣叫。景嫣顺着风的方向侧耳一听，没回音，看来他们走远了。景嫣快速下山，她边走边抿起了死皮的双唇，突然想到景荣说过的泉眼，似乎就在这附近。她低头四周寻找起来，而此时跟景嫣背道而驰的景荣等人正战战兢兢，如临大敌地挨在一起，大惊失色地瞪着眼前1丈处的小包子：“你干嘛挡我们路？”景荣手里握着锄头，直瞪着圆溜溜、水汪汪的大眼睛的小包子。小包子在山间散步，突然嗅到空气中含着景嫣身上淡淡的香味，他连奔带跃，没想到熟悉的女主人没看到，却见到了一群小孩。小包子抬眼看了看景荣等人一眼，见不是自己想要找的人后，扭头就走。
景荣神色一松，手里的锄头砰的一声跌落地面。二姐，那东西走了，你别害怕。大安赶紧伸手扶住景荣还在轻颤的身子，三妞和四妞小安紧紧靠在景荣身边，惊奇地瞪大眼睛，望着远去的小包子，眼里没有一丝害怕。好可爱，要是自家养的就好了。五人原地休息片刻，又开始往家的方向前进。另一边的景烟边走边挖了好多油茶树苗，用草绳一小捆一小捆绑起来，跟着袋子绑在一起，背着走。大约2、2刻钟，造型奇异的景烟总算回家了，可是却惊呆了一大家子人。烟儿，你这是？楚红梅瞪圆了眼睛，都快惊掉了下巴。见景烟除了露出一个脑袋来，身体其他部分都绑满了东西。景大旺更是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景烟，虽然他知道大女儿力气大，没想到竟然这么大。他身上绑着的东西，若不跑个4、5次，他是搬不回来的。景荣和4小只端着凉茶呆若木鸡，连喝水都忘记了。景烟把他们的神色看在眼里，神情自若解了身上的重物，全放下后一身轻松。他洗完手脸出来，众人还保持着刚才的神态模样。景烟悠哉地给自己倒一茶凉茶，惬意地喝上数口，这才抬头浅笑吟吟看着他们。傻了，我寻你们几个不见，只好自己边走边带东西。你们不知道，春天山里的宝贝真多，摘之不竭。待会儿你们还一起去吗？景烟自顾自说完，见没有人吭声，无趣摇头。景荣回过神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景烟，围着他打转，声音是崇拜与震惊的。姐，你怎么能背那么多东西？说着，他还伸出自己的小胳膊、小腿，和只比自己大3岁的景烟对比。不对比没伤害，一对比，景荣就伤心了。明明都是一样的细胳膊、细腿，为什么姐姐能背这么多东西回家？不仅是头上顶，手背上绑着，连双腿都没放过，这得有多少的毅力才能办得到？景荣表示深深的不服气。好，我去姐姐能做到的，她也能。姐妹俩当场拍板，带着袋子和篮子，还跟着景大旺夫妻2人再次踏上了采细竹笋的归途。楚红梅紧紧跟在2个女儿后面，感觉自己像踩在一团棉花上，不真实。她是知道景烟力气大的事情，万万没想到她的力气那么大，万一被有心人传出去，那燕儿岂不被人看作妖怪？楚红梅忧心忡忡地看着前面大女儿欢快的背影，眉心紧紧蹙起来。到底是夫妻，景大旺一眼就瞧出妻子楚红梅的担心。他悄悄用力捏了捏楚红梅粗糙的手心，压抑着震惊，小声劝着：“别担心，咱们看着她，嫣儿不会有事的。”楚红梅拧眉想想，觉得当家的说的有道理，眼下只有自家人看到，回去后多告诫大安和小安2次。再说，平常嫣儿都住在婆家，鲜少有人正面碰到景烟。心里这般想着，楚红梅担忧的心消了大半。小东西，你又来了。这时2人听到一道惊喜的声音从前方传来，楚红梅和景大旺循声望去，就见2个女儿面前站着一头60、70斤重的小东西。景烟欣喜走过去，伸手摸摸小包子的脑袋。景荣赶紧拉住景烟伸出的手，紧张又害怕地躲在景烟身后。景烟笑若山中春花，一朵接一朵地盛开。小包子，你是特地在这里等我的吗？似是听懂了景烟的话，小包子居然点了点脑袋，下巴还亲昵地在景烟掌心蹭了蹭。这一幕惊呆了其他3人，紧绷着身体看着景烟跟小包子互动。景大旺3人后背的衣衫不知何时湿了个透，小包子咬着景烟的衣角不松口。景烟挑眉，有好东西给我。没想到小包子再次晃了晃脑袋。景烟回头见站成雕像似的3人，无语招手：“爹娘，景荣，咱们跟着小包子走就对了。跟他走。”景大旺舌头都打结了，
景嫣愉悦勾唇：“没错，爹娘，景荣你们别紧张，小包子很好的，看在他带他找东西的份上，还是勉为其难给个好字。”4个人跟在小包子后面穿山越岭。景荣悄悄拉景嫣的衣袖，小声道：“姐，你和小包子认识，还这么相信他的话？万一他们被吞入虎口，到时喊天哭地也没人应，好害怕，好担心。”景嫣回头安抚地拍拍景荣发凉的小手：“别怕，有我在呢。昨天被坑，是他自己太笨，今天他留了个心眼，一旦发现情况不对，立刻转头就走。今儿他承担不起这重量。”景嫣心里疑惑着，面上一派镇定自若，简单的跟景大旺、楚红梅、景荣3人说起自己救小包子的经过。原来是这样，楚红梅和景大旺、景荣几乎同时大松一口气。小包子还要走多久？家里只有4个小孩，出来久了，景嫣不放心。小包子闻言，脚步一顿，仰头叫了一声。景嫣好像从他叫声里听到了安抚放心的意思，莫非这小包子是灵兽，还是他成精了？景嫣抿嘴沉思，迟疑地跟了上去。4人一包走了大约2刻钟，走到一处杂草丛生、青苔疯长的湿润山石边，小包子骤然停下，抬头望着青苔处，又回头看景嫣。景嫣指指青苔湿润处，疑惑问：“你是让我挖开这些石头吗？”小包子兴奋晃脑袋，莫非这青苔里面有什么玄机？景嫣让景大旺3人离自己远些，万一有什么不测，他们好逃命。为了谨慎起见，景嫣折了一根手臂粗的棍子，大义凛然走到青苔边，借木棍撬开长满青苔的湿润石头。顿时一股清流随口涌出，紧接着哗哗流出银白色巴掌长的鱼。景嫣大喜过望，忙拿了袋子，走到青苔边，掀开袋口，方便鱼儿流进袋子里。景大旺和楚红梅、景荣在一旁又看傻了眼，莫非这小包子是山神？嫣儿仅仅救他一命，他就带咱们来捉鱼，这鱼也太好抓了吧，跟天上掉馅饼没两样。景荣壮着胆子走到小包子身边，俯身一把抱住了他。小包子，你太可爱了，跟我回家好不好？小包子任景荣紧紧抱着，一动也不动，连个眼神也舍不得给一个。景大旺和楚红梅高兴之余，没忘记过去帮景嫣的忙。3人牵着袋子，低头看着银白色的鱼儿，像流水般流进袋子里，都以为自己在梦中。最后还是景荣看到袋子装满了，大呼：“鱼跑了！”景嫣3人顿时惊醒，景大旺赶紧换一个空袋子。嫣儿，这鱼能吃吗？楚红梅一直觉得遇见小包子这是透着古怪，现在莫名其妙又从山里跑出成群结队的鱼，她感觉更奇怪。若现在不一次性问清楚，她的良心会不安的。景嫣抬头撞上3双疑惑又紧张的目光，她温婉一笑：“这鱼能吃，而且味道鲜美，你吃过？”景荣突然打断了他，一脸的不敢置信：“完了，差点穿帮。”景嫣笑呵呵点头：“我吃过，都是饿闹的，等会儿回去，娘多做一些尝尝就知道了。这里地下鱼常年不见阳光，所以全身呈银白色。你确实没毒。”楚红梅见惯了池塘里、小河里的鱼，唯独没见过从山里流出来的鱼。今天的事太过匪夷所思，夫妻俩陷入沉默。景荣围着景嫣，一个劲地问有关小包子的事：“姐，你救过他的命，你让他带咱们家去吧。他好喜欢他，会找食物，又长得可爱。若是每天都能见到，就太好了。”“这个不是我能做主的。”景嫣实话实说，看样子这包子是有主的，只是他没看到而已。救他一命，拿地下鱼交换，算是一报还一报嘛。若是以后就两不相欠，各自安好。想着，景嫣还有些忧伤。小包子还没离开，我就有些想你了。下一秒就见小包子走过来，小脑袋直接蹭到他的腿上。
景嫣被小包子突如其来的动作吓懵了，这包子成精了吧？还是他会读心术，竟然知道他心中所想？景嫣顿时屏住了呼吸，抬头，佯装镇定，环视一圈生机勃勃寻常的山林，瞧见他的小动作，景大旺和楚红梅连忙关切地问：“怎么了，爹娘？我在看这儿离咱们家有多远？这鱼一定能买高价。”远倒是不远。景大旺抬头望一眼群山，景嫣听出景大旺话里的迟疑，心下疑惑，忙问：“爹，你有什么顾虑？你爷奶他们还住着旧房子，若是我们家又买山，会不会不太好？”一旁的楚红梅附和点头。景嫣和景荣闻言，气得脸色都变了。景嫣还没开口说话，景荣抢先一步，恨铁不成钢问：“爹，要不把这鱼儿的生意让给爷奶？”真的，没想到景大旺真有这想法。姐妹俩直接赏爹娘2个白眼，便没有说话。看见两人气呼呼的，景大旺讷讷开口：“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？要不然2个女儿这么生气？”“没有，是我和景荣说错话了，他压根就不该带他爹娘一起来。不过他也没想到会在山上碰到小包子。”狐疑的目光落在小包子身上，小包子顿时一个机灵，抬头，一脸无辜地看着景嫣，真成精了。景嫣想不明白小包子为什么会对她这么好，真的只是为了报恩？爹，要不你和娘搬回老景家，继续过那种起早摸黑、累死累活、餐餐不管饭的生活，我和2个弟弟自生自灭，自力更生就好。景荣脸上没有一丝笑意，有的只是疏离。楚红梅和景大旺听着很受伤，他们只是看到自己的日子过好了，想帮老景家一把，怎么惹到2个女儿生气了？你们不同意就算了，我和娘也只是随口说说，是你的心里话。爹，你别不承认。景嫣一针见血指出来，景大旺的脸骤然爆红，如煮熟的虾子。刚才景荣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，爹和娘想去帮忙，那把你们要用的东西全搬走，刚好我请人重新做房子，迎上大女儿景嫣淡漠的脸。景大旺的老脸烧烫得慌，他的双手死死攥着袋子眼，手背上的青筋一条条凸起，清晰可见。灿烂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洒下来，景大旺和楚红梅只觉遍体生寒。楚红梅猛地看到袋子里的鱼装满了，连忙让景大旺提走。景大旺神色呆滞，等反应过来，景嫣已单手提着袋子走到一边，用草绳扎口，很快5大袋子装满了。景嫣从袋子里抓出1条来，给小包子吃。小包子摇晃着脑袋，恋恋不舍地望着景嫣。景荣瞧个正着，惊喜万分：“姐，小包子舍不得你，要不咱们把它带回家？”话落，就见小包子期望地看过来。景嫣抚额：“他是有主的，只是他们没见到而已。再说对方是敌是友还不知道，万一引狼入室，岂不亏大了？这么傻的事，景嫣才不会干。”安抚拍拍小包子的脑袋，景嫣凑近他的脑袋，跟他打商量：“这里就是我们5个的秘密，你不要告诉任何人，连你的主人也不许，记住了吗？”小包子纠结了，连主子也不能说，这地下鱼还是主子先发现的，现在被他拿来讨好女主人，算不算背叛主子？姐，没想到他真的听懂了，看他纠结的小模样，我爱死了。景荣抱着小包子舍不得松手，待水流小些，景嫣又把石头堵了回去，怕石头掉落。景嫣又在石头周围的石缝里塞满了小石头，方便记位置。景嫣徒手推倒一颗4人手臂粗的大颗，放倒在石块上。景大旺一愣：“嫣儿这是防他吗？防别人也不用这么大的树。”景嫣淡淡扫景大旺和楚红梅一眼，轻松提起4个袋子就走。景大旺赶紧提上最后1个袋子跟上。楚红梅和景荣挥别小包子，小跑着追了上去。小包子双腿纵跃，赶紧跟了上去。一路上气压异常低。
景大旺和楚红梅不敢靠两姐妹太近，只能可怜巴巴站在2丈外，远远地瞅着面无表情的2个女儿。姐，你说爹和娘怎么会有这想法？两人不用回头就知道自己爹娘此刻的表情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景嫣觉得这样说自己父母不太好，想来想去，实在找到更适合的词来形容他们。默了默，景嫣伸手重重拍一下景荣的稚嫩肩膀，语重心长：“妹，家里以后就靠你和大安了。”姐。景荣抿了抿嘴，沉默片刻，毅然抬头，目光如炬，坚定点头：“我会照顾好家里的，爹娘休想从他手里拿一个铜板补贴老景家，该给的他会给，凭什么他们家累死累活做，老景家舒服享受？”景嫣看着身姿挺拔如小白杨的少女，琉璃般的笑容瞬间漾满全脸。“姐，你说小姑明天会约娘见面吗？”景荣心里还记着小姑要把她买给官夫的事。“你过来。”景嫣神秘一笑，凑近景荣耳边，飞快嘀咕几句。忧心忡忡的景荣猛地听到景嫣的话后，惊喜万分，频频点头：“照我的话做，保证让小姑终身难忘。记得随时给我递消息。”景嫣是吴家媳妇，已经在娘家住了2天，再住下去，村里人会说闲话。景嫣倒不怕别人说闲话，家里只有婆婆一个大人，还照顾2个小叔子，还有植物人公公，于情于理，她该回婆家。姐，放心，我保证随时给你递消息。好多余。姐，你和爹娘在哪里抓的？刚回到家，狗鼻子小安带着3小只围过来。景嫣找来大木盆，把鱼都倒在3个木盆里。楚红梅和景大旺连忙打井水，倒进木盆，方便鱼儿呼吸。4小只蹲在大木盆边，惊喜地瞪圆眼睛，看着大木盆里密密麻麻的鱼儿，半天没说话。“都饿了吧？我去做饭。”当家的和自己回来这么久，也不见一个孩子跟他们打招呼。楚红梅心塞，只好用做饭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“好，娘，我们在家把细笋皮都剥好了，你煮开捞一下就好。”大安煞有介事地说道。说完，不等楚红梅回话，又低下头继续看鱼。楚红梅、景嫣和景荣偷偷相视一笑，装着没看见，淡定从楚红梅和景大旺面前走过。两人走到水壶边，各自倒了茶水，放了片刻，才拿起来喝。景大旺见状，灰色的脸瞬间变晶，刚伸出的手就这么尴尬地僵在半空中。两人默契地勾唇，全当看不见，还特么气人地转了身，背对着僵住的两人。景大旺的脸陡然涨成了猪肝色。楚红梅灰溜溜进了厨房，看鱼的大安敏锐察觉到爹娘又和2个姐姐闹掰了，赶紧起身走到景嫣和景荣身边，用肘子捅了捅两人的胳膊。两姐妹同时诧异看向他，大安嘿嘿一笑，不动声色地往景大旺的方向递个眼色。景嫣莞尔朝大安眨眨眼，大安秒懂，哎，摊上这样的爹娘，他重新投胎还来得及吗？人善良是本性，太过善良是不是蠢？大安小小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小小的川字。景嫣抬手按上大安的眉心，动作温柔地抚了抚，轻笑：“小小年纪就喜欢皱眉头，小心变成小老头。我不才是小老头。”大安仿佛被踩到尾巴的猫：“你弟弟我这么可爱，这么聪明，怎么可能是小老头？说好的稳重呢？”景嫣对于大安的变化，她是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，这样才是这个年纪该有的表情嘛。轻轻捏捏他的粉脸，景嫣拿自己的额头触触他的光洁额头，小家伙的脸疼得绯红，连耳根也染了上等的脂烟。嘻嘻，大哥耳朵好红。小安无意间抬头，一眼就望见了大安红红的耳垂。大安突然双手捂面，转身一溜烟进他睡屋，还关上了房门。中午饭有鱼有肉，景嫣和景荣还有4小指吃得津津有味。
然而景大旺和楚红梅两人是食不知味，两人有心跟两个女儿修复关系，奈何景嫣两姐妹根本不给他们机会。小安和四妞看着两个大人拼命给两个姐姐夹菜，两个姐姐不断不接，还故意避开。小安抬手挠了挠头，奇怪地问：“爹娘，这鱼很好吃，大姐和二姐不要，你们夹给我和四妞就好，我们不挑食的。中午的鱼，他俩吃的最多，吃完一条又加一条，完全看不到旁的菜。汤碗里还有，姐姐给你们夹。”景嫣分别给两小只夹2尾鱼放在他们碗里。谢谢大姐，这鱼哪里抓的？鱼肉好嫩，而且只有1根长刺，方便他理鱼刺，更不用担心卡鱼刺。景嫣见弟弟喜欢吃，便提议景大旺先少卖一些。景大旺没想到大女儿还会主动跟他说话，顿时高兴得连连点头：“好，好，我听丫儿的。爹，这是你自己说的，不要老景家的人一哭，你就找不到东南西北了。”景荣知道爹和娘都是记吃不记打的性子，大姐出嫁了，他作为家里的老大，有必要时不时打击一下他爹娘。楚红梅和景大旺讪讪低头，默默吃饭。爹娘，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，实在是你们太过善良，有时间善良过头，就是给自己找麻烦。老景家他们一个个有手有脚，为什么就是富不起来？是因为他们太懒了。这劣根都是爷爷和奶奶一手纵惯的。呜呜赶上山找景嫣讨医药费的景老头和景李正等人。然而屋里景嫣的话还在继续：“你看看大伯和大伯娘，肥得跟个猪似的，爷和奶把他们养这么胖，是准备养到过年杀肉卖吗？”院门外的景大兴和小景氏脸色铁青，恨不恨把景嫣生撕了。这时景嫣慢条斯理的声音又传了出来：“你们看看二伯和二伯娘，还有2个小堂妹，哪一个不是瘦得跟竹竿似的？再看看你们自己，若不是分出来单过，你们现在和二伯一家一样，每天做事最多，挨骂也最多。你们难道就不想想，为什么付出这么多，还得不到奶奶爷爷一声好？”不等景大旺和楚红梅张嘴，景嫣又开口了：“是因为你们太逆来顺受，不会反抗。就拿小姑来说，她敢上山找娘要钱，还敢威胁娘，若是不给钱，就把妹妹买去老官夫家做媳妇。她那么嚣张，全是爷奶偏心溺爱养成的。奶奶的手是小姑压断的，照爷爷奶奶这个养法，小姑想嫁人，那纯粹就是天大的笑话。今天他敢威胁娘，明天是不是就上山杀人放火？若是爷爷奶奶教不好，我想只有衙门能教好他。”话落，堂屋真落可闻。景嫣说完，目光朝门口的方向微微眯了眯。大安和景荣听得一头雾水，他们不解地看着景嫣。景嫣朝两人暗暗努努嘴唇，两人一愣，沉思片刻，悄悄走到大门边，朝院门口的方向飞快看了一眼，猛地缩回头，双双朝景嫣竖起了大拇指。景李正一脸古怪地缩老景家人一眼：“景老头，李正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听信死丫头3两句挑拔的话，就随风倒向他那一边子吗？”景老头这般想着，气得脸上的花白络须一抖一抖的。大伯景大兴见老爹迟疑了，伸手悄悄推了推身边的小王景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他在山下挨的打，不是白挨的吗？都是这个死丫头害的，害他被亲娘和亲妹子拿着鞋底追着打，身上到现在还是痛的，不从老三家市里讨点利息回来，怎么对得住挨得几鞋底？”如此想着，景大兴愈发加大力度推自己媳妇小王景。小王景会意，往前走一步，扬起声音开始嚎：“我苦命的小姑子，苦命的婆婆，现在断了手，还躺在床上等医药费。”外面骤然响起熟悉的干嚎声，屋里的人猛地变了面色。景大旺和楚红梅两人脸色惨白，簌簌发抖起身，蓦然抬脚往外走。景嫣递景荣和大安一个眼色，
两人点头，立马一左一右拦住了心慌意乱的父母。我去看看。景嫣说完，朝厨房的方向看了一眼，见装鱼的木盆没有显露出来，果断转身，笑容如春花般大步迎出来。李正书，爷爷，大伯娘，什么山风把你们给吹来了？景礼正习惯性捋了捋自己的短须，呵呵一笑。听说景老太家出点事，是你干的？景老头等人一听，都不悦皱起了眉头。什么叫出了点事？断手不是大事吗？他老娘现在还躺在床上要死要活。景大兴心里气得要死，面上却不是显半分。他眼珠子转了转，看着景嫣问：景嫣，你没看到李正书来吗？你眼里还有没有爷爷和大伯？到现在还不请我们进去？景嫣双手环抱身前，冷冷地注视着景大兴一张一合的薄嘴唇。他曾经听人说过，薄嘴唇的人天生凉薄，怪不得大伯养得白白胖胖，反观一直当透明人的二伯景大发，瘦得像竹竿似的。抱歉，我很忙，你有事就说事。景嫣先朝景礼正抱歉一笑，他一点也不想跟老景家人打交道。你打断了你奶的手，你不承认吗？小景是一副看杀母仇人的模样，瞪着景嫣。是你亲眼见到的，还是大夫说的？景嫣眼皮都不抬，连大伯娘这个称呼都省了。死丫头，你这点礼貌都没有！我是你大伯娘。景嫣不再理会小景事，抬眸正色看向看戏的景礼正叔：我奶的手是不是我打断的？大夫一看就知，若是大夫证明是我打断的，那我双倍赔偿。各位好走不送。景老头几人没想到景嫣直接赶人，当场气得脸色铁青，恨恨瞪着景嫣：走吧，我很忙。景嫣朝他们欢快挥手，又快2步走到一脸错愕的李正面前，神色坦然地伸手做出个请的姿势：叔，我有事请教。李正一怔，而后明白过来，立马把刚才小小的不快抛到九霄云外，笑容满面跟景嫣进院子。景老头等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景嫣慢条斯理关上院门。爹，景大兴还想再搏一搏，山都上来了，总不能被侄女几句话就打发下山。吃瘪的景老头心里正窝着火呢。景嫣好歹是他孙女，在李正面前一点面子也不给他，不成想大儿又挑火，气急之下扬手照着景大兴的额头就是一巴掌。哎呦，公公你打相公做什么工作？小景是触上景老头吃人的目光，悻悻闭上了嘴。回去！景老头猛喝一声，背负着双手，昂首挺胸，转身下山。虽输了面子，但气势不能输了。景嫣彪悍归彪悍，经过这几次打交道，景老头知道他言出必行。再说，老景大夫也说了，自己婆娘的手是被人压断的。稍懂医术的人一看就知道不是被人打断的，这事怪不到景嫣身上。想通这些，景老头心中的气消了大半。小景是搀扶着一脸戾气的景大兴，慢慢跟在后面。夫妻2人瞧见景老头一脸释然的模样，诧异对视一眼，顿感不妙。2人心中不约而同冒出同一个想法：莫非爹瞧出了什么？远远落在后面的景大发夫妻2人时不时回头望一眼山上一洼洼整齐无杂草的地。走吧，咱爹走远了。景大发紧紧牵着媳妇的手，神色疲惫道：破庙里，李正坐在主位上，双手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。景大旺坐在另一边，下手是楚红梅和大小安，再就是景嫣和景荣。3妞和4妞紧紧挨着2姐妹。你还要买山？听完景嫣的话，景礼正再次不淡定了。景大旺家才买山不久，又买山，莫非他家有什么快速致富的法子？坦诚迎上景礼正探究的目光。景嫣没隐瞒地把家里做凉拌菜生意说了出来。原来铺上卖的那么火的凉拌菜，就是出自你家。景礼正眼中陡然显出一束亮光。景嫣相当诚实，被逼无奈乱琢磨出来的。没想到
真成了，这不是说谎吧？如果不是为了生计，景嫣断断想不到凉拌菜，一定是景嫣丫头想出来的，这是肯定句。景嫣抿嘴一笑，算是默认。大安和景荣不懂大姐为什么突然向李正书说凉拌菜的事，但相信大姐这样做一定有她的道理，他们等着看就好。谟地听到凉拌菜生意是景嫣家的，景里正心思一下子活络起来。嫣丫头，不知你有没有扩大经营的想法？这可是带领大家一起致富的好机会，他必须抓住。景嫣闻言，眼睛一亮，连忙点头。李正书，实不相瞒，我有此打算。随着天气越来越热，凉拌菜需求越来越大，目前就我一家做，实在忙不过来。说到这，景嫣话锋突然一转，请人用人，我们都没经验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后果又是谁负？这些话景嫣故意说给景里正听的。景里正本就是聪明人，听完景嫣的话，心情愉悦地抬手多捋了几下胡须。丫头，这是咱们先一个制度，一切按制度来。买山的事，你放心交给我。有了李正这句话，景嫣便朝景里正打开了话匣子。凝神听完景嫣的打算，景里正觉得自己以前小看了这个小丫头。建作坊，没错，这只是景嫣计划第一步，先建作坊，然后在镇上开凉拌菜铺子。行，那我回去就把制度议好，然后再拿给你看，你看成不成？景大旺和楚红梅听罢李正的话，差点惊掉了下巴。李正这话是把嫣儿当平辈对待，这是天大的面子。他们从来这待遇，夫妻两人既为景嫣感动，又为她高兴。好，李正叔，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妹妹和弟弟一起讨论商量。景嫣这句话才是重点。李正捋胡须的手微微一顿，片刻笑着点头。好，那我先回去，你们忙。说罢，他放下手里的茶杯，站起了身。李正，等等！楚红梅说着话，连忙回屋，伸手在木盆里抓了3尾巴掌大的鱼，拿篮子装好。净手后，又抓了一碗混合凉拌菜，一起拿了出来。李正目光灼灼地看了一眼凉拌菜，看到篮子里的银白色鱼时，陡然瞪大了眼睛。这是，据他所知，这一带山上没有什么水库和池塘，这些鱼儿和河鱼、家养鱼都不一样，个头长长的，没有家养的胖。李正看景嫣的目光更复杂而又杂夹着赞许。见此，景嫣嘴角微抽。李正叔，这鱼是我在山中偶然得到的，现在没有了。听闻景嫣这样一说，景荣和大安提到嗓子眼的心骤然坠落，回到肚子。李正识趣没问，临走前再看一眼笑得像阳光一样明媚少女，提着篮子，端着菜。李正心情愉悦走了。等李正一走，大小安、景荣一下子围拢过来。姐，我家要建作坊，怎么没听你提过？景嫣抬手示意大家稍安勿躁，带着3妞和4妞坐好。他抬眸正色看着主位上的景大旺和楚红梅，两人撞上景嫣平静的目光，心里同时咯噔一下，立刻有种不好的感觉。你们能保住凉拌菜生意吗？景大旺和楚红梅下意识摇头，刚摇了一半，猛然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，脸色一下子变成灰白。如果今天不是我在家，爷爷带大伯他们来闹，你们打算怎么解决？景嫣知道，一旦被老景家的人盯上，他们不吸干你的血和肉，他们是不会罢休的。弟弟和妹妹又小，总有考虑不周的时候，娘家他也不能常住，更不能守他们一辈子。见到李正，景嫣突然愈发了跟他一起合作建作坊的事。有了这层关系，老景家再想找娘家的麻烦，还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。景大旺和楚红梅被景嫣问得一噎，好不容易缓过神，景荣不给面子的话顺嘴溜了出来，还能怎样？要多少赔多少，说不定还要赔上凉拌菜秘方。二姐说的对，老家人就像田里的蚂蟥，不吸干我们家的血，他们是不会放弃的。大安深有体会，
我听着儿女你一言我一语诛心的话，景大旺急得满头大汗，一直我的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爹，我不是不让你孝敬。景嫣见不得爹这无措模样，但立场他必须表明了。我们在能够养活自己前，在爷爷真的遇到困难，穷得揭不开锅，那我们可以伸手帮一把。但是像他们这种赖上了就甩不掉的恶习，我劝爹和娘，在想帮他们前，先冷静3天，好好想一想，帮他们值不值，会不会引狼入室。刚到景嫣的前一句，景大旺脸上一喜，然而听完景嫣后面的话，他心里阴云密布，再也提不起说话的兴致。景嫣趁机教吴小支见作坊、管理房做的一些事，并提议让景荣记账。景荣一脸懵逼地伸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。没错，景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大安和小安下半年就要去读书，跟爹一起送货。大安和小安还要兼顾，秘方留在自己手里，任何人都不能说出去。李正家也不行嘛。一直插不上话的楚红梅心跳如鼓，抬起头，勇敢问话。看着当家的被儿女训得像个孙子，他心里难受，但认真想想，儿女说的都是对的，他更不敢随便插话。难得听自己一直关注又担心的话题，他一鼓作气，把在意的问题问了出来。没想到包子娘还有这觉悟。景嫣赞许的目光往一脸懵的楚红梅身上落了落，跟景嫣的目光对上，楚红梅疼得脸红了。她羞涩地避开景嫣的目光，颤着声音问：“嫣儿，如果没有好处，李正会帮忙吗？他可以拿分红啊。”景嫣理直气壮道。楚红梅迷茫点头：“分红是什么？不怪他孤陋寡闻。最远的一次出门就是清水镇，那次分家，带孩子们一起去镇上买东西，说明了就是分钱。到时管理这一块，他会安排人，咱们不争。但爹和娘，你们自己也要留心学，以后不止一个作坊。大姐，放心，小安会监督爹和娘的。姐姐相信小安。”眼看时间不早了，景嫣带着兰草花，提着小半桶鱼回吴家村。姐，常回家看看。夕阳西下，景荣带着大安和小安站在山上，冲远处的景嫣3人挥手。大嫂，景荣姐姐和大安哥哥、小安哥哥还站在那里呢。四妞走几步，要回过头来望一眼。这2天，她已经和大小安、景荣3人混熟了。以前每天要跟着娘做事，根本没完的时间。即使有时间，村里的小伙伴们害怕戴伯娘家的胖子堂哥，都不敢跟他一块耍。玩伴除了姐姐和哥哥，就是景嫣。还好，现在他有自己的亲玩伴，小安和大安。想到高兴处，四妞小小嘴角不断上翘着。一旁瞧见的景嫣和3妞情不自禁跟着抿嘴而笑。等忙好了，咱们又来找小安他们一起玩。景嫣笑着安慰小丫头。好。4妞听完，立马高兴了。回到家，吴王氏正在待客，2人说着话，突然那妇人瞥见景嫣一手提着木桶，一手提着草，笑容温和问：“三嫂，这就是小峰媳妇景嫣吧？”说话间，头上包着青色布巾的妇人已然起身，快步走到景嫣身边。吴王氏连忙给景嫣介绍：“嫣儿，这是你大姑，大姑好。”景嫣和3妞、4妞站成一排，异口同声叫人。妇人脸上笑容不减，含笑的目光一一扫过3人，连连点头答应。大姑快请坐，我去就来。景嫣说着，提着木桶，一溜烟跑进了厨房，往桶里加了水，又把兰草栽到花盆里。做好后，她脚步轻快出来：“嫣儿，快过来，让大姑好好瞧瞧。”妇人慈眉善目，朝景嫣招手。景嫣也不拘束，笑吟吟走过去，紧挨着妇人身边的空位入座。妇人眉眼带笑，细细打量景嫣，口中喃喃念着：“小峰媳妇长得真好看，10里8乡恐怕都找不出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媳妇来。”景嫣做害羞状，低头剪眸，
听到大姑夸景嫣，吴王氏脸上笑开了花，谦虚道：“他大姑，你别当着孩子夸。三嫂，景嫣确实长得好看，你看她一双眼像活的般，水润润的，眉毛像画过的一样，鼻子挺又小巧，嘴唇像抹了红胭脂一样好看，有吗？”景嫣听得心花怒放，她一直没留意自己的长相，今天偶然听大姑一说，景嫣想看自己长啥模样的心，骤然被撩起来了。看看吧，嫣儿就是不经人夸，大姑，你瞧，你的话把她乐成什么样了？吴王氏本也没注意景嫣的相貌，若不是大姑吴秀花主动提起，他还真没发现。这一看，他大吃一惊，竟发现景嫣越长越好看，一头如黑缎子的秀发，白里透红的小脸，眉目如画的眼，特别是她的睫毛，一眨一眨的，像是两把夏天扇风的小扇子。现在哪里还看得出景嫣刚嫁过来，干干瘦瘦的可怜模样？吴王氏含笑的脸突然不知想到什么，笑容一下子隐去。景嫣察觉到吴王氏的异样，抬眸望过去，吴王氏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嫣儿，你是女孩子，以后少出去，这么漂亮的儿媳妇，她得为小风守好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少让她出门好。娘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笑话，她想出门，谁能拦得住她？不出门，一家人等着饿死。”大姑见气氛突然有些尴尬，她笑着起喝：“三嫂，听说景嫣在做一些小生意。”景嫣眼珠子一转，前面都是铺垫，主题来了，七拐八弯。大姑你累不累？她无聊地扯了扯嘴角，只听婆婆吴王氏兴奋的声音响起：“没错，多亏了嫣儿，我家才能吃得上饭。娘，听你这么夸我，我怪不好意思的。”景嫣含羞带怯地冲吴王氏眨眨眼，在大姑看来，景嫣这是向吴王氏撒娇。谁料吴王氏竟看懂了景嫣的暗语，脸上笑容不变，语气没了刚才的热络：“大姑，你也知道我家情况的，当家的到现在还昏迷不醒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守着5个半大孩子，每天过得提心吊胆。三嫂，你的情况我明白，你也别多想，我就是这么随口一问，你别放在心上。”说到动容处，大姑粗糙的手主动附上吴王氏的手，吴王氏配合的哀叹一声。景嫣心道：她差婆婆一个奥斯卡小金人，瞧瞧她绘声绘色的表情，差点把景嫣给感动了。然而景嫣不知道的是，吴王氏说的是真的，现在家里又多了一个漂亮的儿媳妇，她夜里觉都睡不好了。吴王氏陪着大姑一直聊天，茶水景嫣换过一次又一次，还不见大姑起身要走的意思。景嫣作为侄媳妇，客人没走，她不能先走，百无聊赖地瘫坐在雕花椅子上，本着左耳进右耳出的原则，当自己在梦游。时间久了，景嫣强撑着快要合上的双眼皮，脑袋一点一点地听大姑聊完自己，接着聊小玉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景嫣的脑袋一下子撞到椅脚上，痛得她一下子惊醒。“嫣儿，你醒了。”听着大姑明显不高兴的声音，景嫣一个机灵站起身，伸手就做扩胸运动，以解尴尬。“大姑，你讲到哪了？”景嫣朝脸色不大好的大姑甜甜一笑，这一笑像极了午夜绽放的昙花，惊艳了气闷的大姑。“大嫂，大姑讲完了3节，现在准备讲我了。”四妞奶声奶气的声音从景嫣身后传来，景嫣讶异回头，微弱的灯火下，四小只个个眼睛圆睁，一副乖宝宝的模样。想到自己已经偷睡了一觉，她俏脸一热，有些不好意思收手，回到座位坐好。“嗨嗨，那我接下来说说四妞。”大姑见景嫣没驳她的面子，轻咳一声，又准备开讲。这时景嫣的手怯怯地举了起来，她扭头瞅瞅她的大姑，弯唇一笑：“我尿急，要不大姑改天再讲吧。”你看，景嫣伸手指指屋外已经完全暗下来的天色，爷爷和奶奶也该担心大姑了。不等大姑喘气，景嫣连忙叫吴王氏：“
娘，你送送大姑吧，我憋不住了。话音落，景嫣起身，一阵风刮向了后院。大姑脸上的笑再也维持不住了，猛地一甩衣袖，气急败坏，大步离开。吴王氏引燃另一盏豆油灯，紧紧追了出去。景嫣方便完回来，四小只一统而上，围喂了景嫣。大嫂，太谢谢你了，我耳朵都听得长茧了。小刚垫着脚尖，拽着景嫣手腕，一副劫后逃生的模样。你这孩子！关好院门的吴王氏进来，刚好听到这句话，抬手屈指给了小刚一个脑门力。娘，痛！小刚委屈巴巴捂住被弹的地方，控诉地看着罪魁祸首吴王氏。娘，要不是大嫂，大姑说不定能说到天亮。三妞撇撇嘴，她小屁股都坐麻木了，到现在还没恢复知觉。就是我老早就想睡觉了。四妞说着就打了个哈欠。可是你大姑，吴王氏为难地看了景嫣一眼。娘，有什么话你直说，别憋在心里。厨房里，景嫣坐在烧火凳上，伸手往灶堂里塞了一把柴火。见婆婆吴王氏面有忧色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景嫣神色认真地看着她。吴王氏抱着哈欠连天的四妞，紧挨着景坐着，轻叹一口气，方缓缓掀唇。你大姑一个人带2个孩子也不容易，大姑夫呢，跟一个相好的跑了，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卷跑了。景嫣闻言气急道：“这让大姑怎么活？”就是啊，你大姑还有2个孩子。吴王氏声音都带着哀伤，抿抿干瘪的嘴，又心痛道：“她婆婆还每天骂她，指使她做事。今天说到这里，吴王氏悲凉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景嫣正听着认真，不由催促：“今天怎么了？你倒是说呀！心里像有猫爪子，时不时挠她心脏，痒痒的，不听不舒服。她婆婆打发她带2个孩子回来借米，还放狠话，若是借不到，永远别回去。”许是吴王氏想到了过去的事，目光一下子变得悠远起来。景嫣静静地等着，抬头发现锅盖上冒起了浓烟，水烧好了。趁婆婆吴王氏还没回神，赶紧起身把水烧好，帮小玉和小刚2兄弟舀好倒开口他们专用的木盆，又帮2个小丫头兑好温水。昏昏欲睡的3小指被景嫣轻声叫醒，迷糊地搬了小痦子过去洗脸洗脚。景嫣轻手轻脚走到吴王氏身边，见他还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，便想不惊动他，把四妞抱过来，帮她洗脸洗脚。嫣儿，你大姑曾经帮过我。突然，吴王氏猛地抬头，神色坚定地看着正弯腰伸手准备抱熟睡的四妞，不期然撞上婆婆恳求的目光。景嫣没理由拒绝，她也想看看跟着相好离家都不带走的恶婆婆是什么样子。娘，既然你把话都告诉我了，我会尽力帮大姑的。听到景嫣答应帮忙，吴王氏烦乱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。他和景嫣一起帮四妞洗脸、擦小身子、洗脚。哎呦！吴王氏坐在小痦子上，正俯身帮四妞洗脚，突然他单手扶住腰身，面急曲扭的惨叫出声。景嫣被他突如其来的惨叫害了一大跳。娘，你闪到腰了！原本点着小脑袋的3小指骤然睁开了眼睛，不约而同把着急的目光看向了吴王氏。娘，你老毛病又犯了。吴王氏单手撑腰，艰难抬起头，咬牙否认：“没事，可能要变天了。”迎上5人担忧而又急切的眼神，吴王氏苦笑着摆手：“别担心，老是老毛病了。”老毛病？景嫣不懂。吴小玉适时解释：“大嫂，娘生我们时月子没做好，落下了病根。娘，那就是月子病了。”景嫣恍悟点头，又诧异问起来：“没看过大夫吗？月子不是做足40天吗？”她清楚地记得前世，每个女人生孩子都是要坐月子的，少则30天，多则半年。听着景嫣天真的话语，吴王氏凄苦一笑：“嫣儿，你说是富人家的太太做的月子吧？我生小玉第3天，
你奶奶就要我下地做事，真恶毒！”景嫣怒气难压，脱口骂道：“娘，你等会，我先送四妞回屋。”说话间，景嫣已抱着四妞起了身，小玉也端着豆油灯跟在后头，安放好四妞，三妞也回屋了。她自己爬上了床，脱了外衣，钻进了被子里。见状，景嫣欣喜一笑，转身走到窗边，探出头去望天。外面黑压压一片，没有星，也没有月亮，许或真的要下雨，心里还惦记着婆婆。景嫣快速关好窗，拴紧，和小玉一起端着豆油灯出了门。景嫣带上门，穿过走廊，走到小玉和小刚房间，关好窗，转身回到厨房。吴王氏的脸色已恢复了正常，正蹲身准备去搬木盆盐。景嫣快一步止质：“娘，让我来。”话音落，吴王氏和小刚只觉眼前一花，再低头一看，地上的木盆里的水不见了，还少了一木盆。两人惊诧间，景嫣已经倒好水回来，小玉帮忙一起把木盆放回柜子里。景嫣看着吴王氏，紧张兮兮问：“娘，腰还疼吗？”“还有些。”眼见三个孩子着急，吴王氏眼窝一热，连忙改口：“好多了，真的没事。”景嫣都决定好了，明早就去把村医请来，给婆婆看病。嫣儿咋不相信娘呢？这都是月子里留下的病根，以后你坐月子，娘要你在床上躺够40天，再准你下床。她话还没说完，就看见景嫣夸张的大叫一声，一脸的生无可恋。景嫣以后婆婆当时只是戏言，没想到后来的自己坐月子，竟真的躺了40天。这是后话，先不提。嘻嘻，大嫂你是女人，哪有不坐月子的？小玉和小刚捂着小嘴，看着景嫣笑。景嫣却想着大姑帮婆婆的事。娘，你说大姑帮过你，是什么时候的事？看年纪，大姑和婆婆年纪不相上下，肤色却比婆婆差了许些。我坐月子，没人帮我洗小玉的尿屎布，都是你大姑洗的。小玉出生在寒冬腊月，若不是你大姑帮我一把，说不定我现在一身都是病。原来大姑和婆婆还有这一层深厚情谊在里面。景嫣对大姑的好感一下子有了质的飞跃。当时你外婆外祖来看我，带了4只鸡，16鸡蛋，若没有你大姑护着，那4只鸡和16只鸡蛋都进了你奶他们的肚里。听到婆婆提到吴老太，景嫣的心突然咯噔一下，下意识急问：“娘，那大姑带着2个孩子回来，奶奶他们会让大姑留下吗？”想到吴老太那刻薄的模样，景嫣还真为大姑母子3人捏一把汗。骤然听到景嫣提这个，吴王氏又是苦涩一笑。现在没听到敲门声，你奶应该收留了大姑母子3人。当然，你大姑帮我，没少被你奶和你大伯娘、二伯娘埋怨。景嫣用手握紧吴王氏的手，神色异常认真：“娘，你放心，大姑以后有我罩着，只要她愿意，我会帮她离开那个贱男人的家。”什么？吴王氏被景嫣大逆不道的话吓得一跳。景嫣眨眨眼：“娘，你不想大姑脱离苦海，重新过上幸福日子吗？”“当然想，这谈何容易。”吴王氏想到失踪多年的大姑夫杨勇，紧皱的眉头又深深锁成了一个显眼的川字。他道：“你不知道你大姑那个婆婆，经常在外说你大姑不检点、不孝敬，把她说的一无是处，左邻右舍哪里还有人帮你大姑说好话？她厉害着呢。”景嫣回想一下大姑今天的穿着，一身石灰色粗布衣服，补丁累补丁，也不知她身上的衣服穿了多少年，想想就心酸。景嫣好想问一句：“大姑你不累吗？”这时小刚脆生生的声音响起来：“比奶奶和大伯娘、二伯娘还厉害吗？”吴王氏苦笑着伸手摸摸小儿子圆润的小脸：“厉害多了，逢人就说你姑的不是。”小刚黑漆漆的眼珠子快速转动，凝神想了想，嘟起小嘴问：“有大嫂厉害吗？”在他印象里，景嫣无所不能，一向以欺负他为乐的2个胖堂哥，现在看到他，
都绕道走。还有泼妇奶奶和大伯伯、二伯娘都被大嫂收拾得服服帖帖，不敢到家里闹事。对上小刚崇拜的小眼神，景嫣笑吟吟地把他搂入怀里。这吴王氏一下子被小刚问住了。小玉见娘为难，连忙用肯定的语气解围：“当然是大嫂厉害，咱们明天跟着去看大嫂把大姑的婆婆收拾得服服帖帖。”好爷！小刚高兴拍掌。吴王氏却被小玉孩子气的话吓到了。不行，嫣儿，你千万不要去收拾你大姑的婆婆，若是收拾了，那叫你大姑以后怎么在那家里生活？景嫣听完这话，快被婆婆这话气死了。娘，大姑夫都不管大姑和2个孩子的死活，大姑还留在那个家里做牛做马，你看着伤心，我们也跟着难过。为什么我们不把大姑接回来一起住呢？景嫣知道这样做会有流言蜚语，但是不开心不快乐，为什么还要让身心受罪？景嫣想不通，那村民人的口水都能淹死你大姑一家3口，娘干嘛要在意别人的眼光？我们又不是为别人活的。嫣儿，你想做什么？吴王氏说服不了景嫣，只能目光定定盯住她的明亮的双眼。景嫣知道一时说服不了婆婆，干脆先做了再说，便握住她的手，笑吟吟道：“娘，夜深了，咱们洗洗睡吧。对了，你的腰还痛不痛？”“没事，现在就是酸胀的厉害。”婆媳2人分别洗漱好，先后回了各自的房。累了一天，景嫣爬上床，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夜半，她被屋檐滴滴答答的语音惊醒，猛地翻身坐起，摸黑下了床，点燃灯火，呆坐在冰冷的桌前。景嫣莫名想到大姑，还有她一起带回来的2个孩子，万一真跟婆婆说的那样，爷爷和奶奶他们不收留他们的话，那他们……这时，一阵冷风从窗沿吹进来，景嫣冷得簌簌发抖，心随意动。景嫣拿了件衣服披在身上，端着豆油灯出了房门，径直往院门的方向走。路过堂屋，凑巧碰到同样端着灯的吴王氏，婆媳俩相视一笑，不约而同开口：“你这是？”2人又是相视大笑。“我不放心，想出门看看。”吴王先笑着吹灭一盏灯，随手把它放在身边桌上。“娘，咱们想到一块去了。”景嫣立着等吴王氏走近，笑嘻嘻地挽住他的胳膊：“娘，你真善良，你不一样吗？没想到今晚就下雨了，也不知道你大姑。娘，走，咱们到院门口看看，不就知道了。”说起来，当初建房子时，景嫣特意让人在院门口多盖出一些，方便路过的人躲雨。吴王氏打开院门，景嫣随身端着豆油灯探出头来：“大姑，小雨、小玉，你们快进来。”吴王氏左右看一眼，借着微弱的灯光，猛地看着院门的角落里挤成一团、冻得瑟瑟发抖的母子3人。厨房里，景嫣撸起衣袖熬生姜水，大姑和2个孩子裹在崭新的被子，只露出3颗脑袋来。吴王氏怔怔坐在边上，一言不发。景嫣知道婆婆难过，没想到吴老太那么狠毒，连亲生女儿都赶出来了。景嫣深深叹一口气，低头专心烧火：“三嫂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”半晌不见吴王氏说话，浑身还冰冷的大姑愈发心里没底：“大姑，你别多想，今晚娘跟我们说起了好多过往的事，你放宽心，安心睡我家。”景嫣说着，飞快看还在发呆的吴王氏一眼，笑着解释：“大姑，娘在为你难过，不过现在好了，姜汤也熬好了，你和小雨还有小玉都喝多些，去身上的寒气，再泡泡脚，然后上床睡一觉就没事了。”说着话，景嫣已拿了泡脚的木盆放倒在地，又麻溜地用水瓢舀3碗热气腾腾的姜汤放在灶台上晾着，舀好热水倒入木盆里。景嫣伸手试一下，呀，好烫！景嫣的指腹刚刚触到滚烫的生姜水，一股刺痛突然而至，她触电般缩回手，抬头笑吟吟地看着母子3人。还等她晾歇，
若是掺了冷水，我怕效果不好。表嫂，谢谢你。这时，一道胆怯怯的女声迎面传过来：“不客气。”说完这句话，景嫣才想起问他们有没有吃晚饭。恰好3道咕噜咕噜的声音分别从母子3人的肚子里响起。母子3人不好意思低头，景嫣抬手拍自己的头一下：“都怪我忘了问，你们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做。”景嫣起身走到灶角，低头伸手从木桶里抓起5、6尾鱼，摔在厨房门外的青石板。他取了菜刀和案板，回头叫了一声娘。吴王氏瞬间回神：“嫣儿，要我做什么？”“娘，你帮我端灯照亮一下，我这里看不见。”吴王氏连忙说好。大姑想起身帮忙，吴王氏伸手按住了她：“秀兰，你陪着孩子们泡脚，由我和嫣儿2人忙活就好。”他一直感恩大姑吴秀兰当初的帮衬，都说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，他是深有体会的。婆媳俩配合，很快一道新鲜葱姜鱼汤做好了。景嫣先给3人每人碗加了2条鱼，又添满汤。吴王氏一端过去，景嫣赶紧拿出晚上的剩饭和3个鸡蛋，炒了3份黄灿灿的蛋炒饭。母子3人先是不好意思，然而鱼香味直钻鼻息，肚子里空荡荡的，没有一点存货。快吃吧，还有蛋炒饭。景嫣笑眯眯说道，实在饿得前胸贴后背。母子3人不再犹豫，拿了筷子开始狼吞虎咽，看得一旁的吴王氏直抹眼泪。景嫣瞧见好无语，婆婆难道是属水龙头的，动不动就哭？难道哭一哭，什么事都没有了吗？问题都不存在吗？此刻景嫣只想说，婆婆你想得太天真。等吴王氏哭够了，吴秀兰3人也吃完了鱼汤和饭，瞧着像洗过的汤碗和盘子，吴王氏生怕3人还没吃饱，看着吴秀兰一脸歉意：“秀兰，你们还饿不？要不要让嫣儿再做一些？”母子3人闻言异口同声答吃饱了，泡着脚吃着热饭，他们感觉自己在做梦。小雨和小乐更是闭紧了双眼，呆萌道：“我在做梦，不能睁眼，一睁眼什么都没有了。姐，我们只要不睁眼就有饭吃，真好。”闻者落泪，景嫣的眼泪就这样毫无预兆地滚落下来。吴秀兰心酸流泪，双手死死捂住嘴唇，生怕被别孩子们听见。吴王氏咽梗道：“小雨和小乐别怕，这不是做梦，只有你们愿意，这里就是你们的新家。”“真的吗？”小雨和小乐欢快反问，然而双眼还是闭着的。过去爷爷和奶奶也这样跟他们说过，可是自从爹走后，爷爷和奶奶看到他们就不爱笑了，更别提让他们上桌吃饭。三舅母，你和表嫂真好，收留我们，还给我们饭吃。小雨闭着眼睛笑弯了眉眼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客气。景嫣麻溜洗好碗筷，又引燃一盏豆油灯，端着去了客房，铺好床，返回来，母子3人都泡好了脚，正端着姜汤喝。送他们到客房后，吴王氏握着景嫣的手，郑重其事道谢：“娘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用说2家话。走，咱们也要回去睡觉。明天他还要到镇上买兰草花。”第2天，景嫣起了个大早，一个人扛着锄头上山。吴王氏和吴秀兰做好早饭后，景嫣背着一袋子兰草花和湿木耳回来。吴王氏事先见过，见怪不怪，倒是吴秀兰像进了刘姥姥的大观园，语无伦次。这些花草不能赚钱。昨天她或多或少从三嫂这里听到，景嫣就是靠卖花草的钱建起房子的。大姑、大嫂可厉害了。窝在一起玩耍的6小之中的4妞连忙抬头夸景嫣。景嫣很享用，几乎每天都能听到4小指夸她。这些事，景嫣找来簸箕摊开潮湿的黑木耳，双手边拔动边抬眸回吴秀兰：“黑木耳晾干买钱，现在家里又多了3口人吃饭，不多赚点钱傍身是不行的。
下次带我一起吧。白吃白喝，吴秀兰做不来。好，景嫣爽快应下。饭后，景嫣提着3尾鱼去了吴庆寻家，顺道订了60个小型花盆。吴庆寻连忙笑着答应，回来把牛车也一道赶回来了。走，去镇上带吴秀兰和6小指坐好。景嫣扬起了牛鞭，景嫣驾着牛车先去了林府，让吴秀兰带着6小指候在门外。景嫣进去一会儿，立马有小厮出来搬花盆，10几盆兰草花又买了个好价钱。离开林府，景嫣乐滋滋地按着大姑吴秀兰指的路，将牛车赶进了清水镇一条深巷子。景嫣，我家还要进去些。牛车上的吴秀兰声音急切道。景嫣扬声知道了，莫不是大姑还惦记她婆婆没吃饭，心里猜测着。若真是，景嫣只能呵呵了。就是这。牛车在一处影迹斑斑的旧大门前停下，吴秀兰先一步跳下车，疾步走到门前，抬手就要拍门。景嫣眼尖，目光落在上锁的门上，连忙喊住大姑：“大姑，你婆婆不在家。”吴秀兰这会儿也看到了上锁的大门，她后退2步，原地转了一圈。这么早，我婆婆去了哪里？这里她无亲无故的，她又能去哪里？几个人坐在牛车上等了半晌，还不见她回来。吴秀兰迟疑片刻，方咬住下唇，狠心道：“我去敲隔壁的门，打听一下，别无他法，只剩问人也好。”吴秀兰敲了半天门，才听到一道懒洋洋像没睡醒的声音，伴随着脚步声，不耐烦问：“谁呀？大清早的，还让不让人睡了？”吴秀兰屏住了呼吸，没说话。景嫣顿了顿，还是站在靠墙壁的位置没动。就在这时，木门吱呀一声，从里面被人打开了。来人见是吴秀兰，下意识就要关门。景嫣眼疾手快，一把抵住快要关上的门，眼前突然显出一张美人脸。来人关门的动作就是一顿，他瞳孔骤然放大，咧着嘴看着景嫣傻笑，只差没掉口水。景嫣心里嫌弃的要死，脸上还得带笑。谁让自己有求于人？请问隔壁的婆婆去哪里了？我知道，姑娘，她昨天就把这里卖了，说是去投奔亲戚。我婆婆把这里的房子卖了。吴秀兰把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后跌2步，苍白着脸，不敢置信地重复着同样的话：“她没把你们买了，算是好的。”景嫣直接砰的一声，帮男人关上了门。紧接着，男人发出一声惨叫。景嫣搀扶住失魂落魄的吴秀兰，在小玉的帮忙下坐上了马车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婆婆怎么能这么对我？牛车慢悠悠地往清水镇街行驶，一直沉默不语的吴秀兰突然神情激动地大喊。景嫣头也不回，冷静道：“别急，我们现在去林府，让林少爷帮我们打听一下你婆婆的去向，该你的我们都要讨回来。”在景嫣字典里就没再退让2字。牛车再次停在林府前，景嫣让吴秀兰几人在车上等，她自己向门房报了周管家的背号。很快，周管家在门房通报下，疾步走了出来：“景姑娘，你找老头子我何事？”是这样的。景嫣转身招呼吴秀兰过去，跟周管家把她婆婆背着她偷卖房子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景姑娘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去禀报给公子。话音落，周管家转身退了回去。景嫣大概等了半刻钟，先接待她的周管家一脸笑意的出来了，先朝景嫣双手抱拳一礼：“景姑娘，我家公子说了，这是包在他身上，最迟明天早上给你消息。多谢周管家。”告别了周管家，景嫣带着一车人去布庄买布。你就是吴秀兰。刚下牛车，景嫣等人就被一群手持木棍的壮汉包围住。景嫣把6小只护在身后，抬头眯眼望一眼湛蓝的天空和刺目的暖阳，看了片刻，倏地收回目光。景嫣伸手拍了拍全身轻颤的大姑吴秀兰：“大姑，事情还没弄清楚，你别担心，
话落，景烟目光清冷地看着这群持棍的领头人。领头人一脸凶相，鼻尖长着一颗黄豆大的黑痣，黑痣上长着一根小指长的黑发。若不仔细看，还以为他鼻子上沾了一根头发。不等景烟发话，领头男人将手中的木棍一指吴秀兰，声音平静的听不出一丝波澜：“你就是吴秀兰，这位大哥，你找我姑什么事？”感觉到大姑的害怕，景烟将吴秀兰护在身边，目光淡淡瞥一眼其他人持棍男人，他微皱眉头，在心里暗骂一句色狼，同时防备地看着领头人。她婆婆把她卖给我们春香楼了，买一送二。什么？我婆婆她敢？吴秀兰身子一晃，眼看就要倒下去，若不是景烟反应快，及时伸手扶住她，想必此刻吴秀兰已跌瘫在地，口说无凭。证据呢？景烟不慌不乱，面不改色地看着领头人鼻尖的黑痣。领头人有些意外地看了景烟一眼，缓了缓，他粗犷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白纸黑字，你婆婆杨理事收了我们现银30两，我手下的兄弟们都可以作证。”他话落，其他持棍人纷纷附和：“没错。”吴秀兰闻言，脸色的血色顷刻间褪了个干净，浅褐色的眸子一下子失去了光泽，她像木偶一样瞪着无焦距的眼睛，失神地依靠在景烟身上。景烟眸光闪了闪：“我大姑的婆婆几时到你们春香楼的？昨晚，卖身契给我瞧瞧。”景烟平静地伸出手来，领头人望着景烟葱白似的小手，眼中火光一下子亮起来，像天上的暖阳，一下子暖到了他心里。景烟秀眉微微拧眉，该死，今早出门应该换男装，迎上领头人贪婪的目光。为了拿到他口中所谓的证据，景烟无所畏惧地迎视回去：“姑娘，卖身契可不是你能看的。当他看不出他内心的想法，如果我出3倍的价格把卖身契买回来呢？”领头人像听到了好笑的笑话，仰头哈哈大笑：“小姑娘，你这是不放人了？”从天上收回目光，领头人目光骤然一冷，全身迸发出一股生人勿近的压迫感，6小只不自由主攥紧了小拳头：“大哥，如果我出5倍的银子换我大姑的卖身契，你可做主？”景烟记着吴秀兰帮过婆婆的大恩，看情况，今天势必要放血才能解决问题。若是他们愿意还好，万一……景烟抿了抿嘴，一时间他还真想不出其他好办法来。小姑娘，你口气倒是不小，你一下子能拿出这么大一笔银子？景烟闻言，眸光一闪：“这是有戏。大哥你放心，这买卖保你们只赚不赔。”听着景烟意有所指的话，领头人抬手摸了摸鼻尖的大黑痣，沉思一会儿，又眸光深深看了景烟一眼。突然见他一挥手，景烟立刻警惕地看着四周，一拳难抵4手，更何况周围是一群虎视眈眈的汉子。景烟紧绷着身子，扭头凑到还呈呆傻状态的吴秀兰耳边：“大姑，保护好孩子们，他要跟他们搏一搏。银子这条行不通，只能靠武力搏出一条出路。”陡然听到“孩子”2字，吴秀兰瞬间回神，她紧张又惊恐地看一眼对面，勉强站直身子，后退2步，伸出双手，像老鸡护小鸡般紧紧把他们拥在怀里。景烟双手握拳，扭了扭被大姑靠着有些发酸的脖子，朝领头人扬起眉梢：“大哥，咱们单挑吧，这多人若是一齐上，能把他打成肉酱。木棍都有他手臂粗，一看这些人都是有经验的打手。思来想去，还是小心为上。”景烟想到“擒贼先擒王”这句话，捉到了领头人，其他都好办。打定主意，景烟决定先发制人。刚伸手成拳，就见对面的人像中了软骨散似的，扑通一声，全瘫倒在地。景烟惊诧地瞪大了双眼，不敢置信地收回拳头，低头仔细看了看，看了一会，也没瞧出什么特别的地方来。难道是……他突然想到自己在山中吃掉的那颗红果？怎么可能？景烟坚决不相信。
先解释眼下问题要紧，不管3721。景烟走到领头人面前，蹲下身，双手齐动，众目睽睽下，他从领头人的上身搜到下身，一无所获。景烟不信领头人身上没带大姑的卖身契，身后猛地响起一道寒潭似的陌生男音：“让我来！”景烟伸手的动作一顿，站起身，飞快回头，再次确认自己不认识他。疑惑间，黑着脸的少年已来到景烟身边。一个女孩子知道修字怎么写吗？要点脸部。景烟听着莫名其妙，刚想找他理论几句，就见少年蹲下身，抬起头，冷冷地看着景烟。景烟气结，伸手一指地上的领头人，口气不善道：“搜啊！”转过身去，缓缓从他薄唇里吐出4个字。景烟一想，也对，乖觉转身。少年唇角微不可见翘起：“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居然敢暗算我！”领头人没想到今天在阴沟里翻了船，而且对方还是一个小姑娘和少年公子。智爷，识相的话就把卖身契乖乖交出来。少年的声音清纯如上好的米酒，听他说话就是一种享受。景烟享受的同时，又时刻防备着。记忆里，他根本不认识这黑脸少年，黑兮兮的脸，整个就是包公转世。若说区别，就是少了包公额上的月亮标志。也不知道这人是天生黑，还是中了毒。看样子，行动敏捷，一点也不像中毒的迹象。景烟胡思乱想着，少年已把卖身契递了过来。景烟眨眨眼，迷茫地看着他，没有伸手接。不是要卖身契吗？现在就在你面前，怎么不接了？看在他出手帮忙的份上，景烟快速接过卖身契，认真看了一遍，确定是吴秀兰3个字后，动作麻溜的折叠收好，又从怀里肉痛的拿出150两银子，放到领头人手里。大哥，100两是我大姑的卖身契，50两是我请大哥和大哥的兄弟们喝酒的。黑脸少年挑眉看他，景烟朝黑脸少年抱拳，转身抱瑟瑟发抖的6小只上牛车，又扶泪流满面的吴秀兰坐上去。多谢。景烟这会知道刚才为什么领头人他们突然全部倒地的原因，都是眼前这个黑脸少年整的，管他是何方高手。景烟决定远离比较安全，一句多谢就完事。景烟刚跳上牛车，清越的声音又从背后传了过来。景烟跳下牛车，走到黑脸少年面前，二话不说，又从怀里摸出100两来，拍到他手上。封口费。话落，景烟驾着牛车慌忙逃走。目送景烟几人走远，黑脸少年低头守着刚才景烟不小心触到的手掌，淡淡的笑意情不自禁染满满脸。烟儿，我回来了。主子，这些人。这时，从拐弯走出一位跟黑脸少年年纪相仿的娃娃脸少年来。冷清，你附耳过来。冷清脸色一正，连忙把耳边凑了过去。黑脸少年小声说了几句，冷清听得连连点头。话落，冷清目光像看死物一样扫了地上的领头人一眼，转身飞快离去。这边，景烟驾着牛车往吴家村方向行驶，一路上他的心砰砰跳个不跳。刚才太惊险了，若不是黑脸少年救了他们一命，说不定现在趴在地上的就是他们几个。光想想，景烟就吓出了一身冷汗。烟儿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吴秀兰满脸愧疚又自责道。景烟头也没回，声音故作轻松。大姑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就不说两家话。若是真觉得对起我，那以后就不要理会大姑夫一家人好了。景烟直觉大姑夫以后还会来纠缠大姑的。你放心，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买来的人。没想到吴秀兰会说这个。景烟本能摇头，不，大姑你误解我了。你的卖身契我只是暂时收着，想到老吴家那一群吸血鬼，若是看到大姑在他家住着，一定会指使大姑回家帮忙做事。卖身契在手，景烟就不怕他们来无理取闹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说实话，
你是防着你爷爷奶奶他们吧？被吴秀兰说中顾虑，景嫣坦然承认：“是的，打秋风的人太多。放心，我不会帮我爹和我娘对付你的。”雨夜把他们母子三人赶出来，吴秀兰的心彻底寒了。有大姑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损失了200两银子，收获一个人的真心，这桩买卖划算。大不了再上山多挖几盆兰草花。景嫣愉快地扬起了牛鞭。大嫂，你认识刚才的黑脸哥哥吗？一直紧绷神经的小玉突然插话进来。不认识。景嫣不带丝毫犹豫地摇头。为什么她感觉那人身上的气味有些熟悉？小玉绞尽脑汁也想不出那人是谁来。你们没被吓倒吧？景嫣这才想起来关心六小只。没有。六小只声音响亮道：“没有就好。”景嫣随口应着，心里却感到一阵后怕。今天多亏了那黑脸少年。想到那少年，景嫣自动点评：就是脾气差了点，人拽了点，反正给了他100两，现在是2步向欠。刚回到家，吴秀兰带着2个孩子，对着吴王氏笔直跪了下去：“他大姑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吴王氏慌忙伸手托起地上的吴秀兰，小玉和小刚连忙扶起后面的小雨和小乐：“三嫂，让我给你磕3个头吧。今天若不是景嫣，我们母子3人就回不来了。”说着，吴秀兰的眼泪又滚落下来。怎么回事？走，咱们到屋里头说去。吴王氏扶着吴秀兰去了堂屋。四妞和三妞手拉手坐在院门口，歪着脑袋望着去里正吴庆寻家的路。姐，大嫂还牛车怎么还没回来？三妞笑着摸摸妹妹的头发，笑：“大嫂才走一会儿，你就想她了？姐，你不想大嫂吗？大嫂今天真勇敢，保护他们一群人，以后她也要像大嫂保护她一样，保护大嫂，而且还要赚许多许多的钱，让大嫂出门有人保护。”四妞小小的心里定下2个目标，就像一颗埋在地下的种子，经过黑暗，历过风吹雨打，终会破土而出，长成参天大树。景嫣回来，远远就看到2小只，欢呼一声，撒欢冲了过去。景嫣一左一右抱起他们：“怎么不进屋？这会太阳正晒人呢。我和姐姐等大嫂。”四妞把小脸紧紧贴靠着景嫣的脸，三妞有样学样。景嫣愈发笑得开心。走，咱们回家。隔壁的吴婶刚提着篮子出门，猛然看到这一幕，惊诧地看着景嫣，眼珠子一动不动。吴婶忙啊！景嫣礼貌地打招呼，便抱着2小只进了院子。大嫂，吴婶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四妞抱着景嫣的头，跟她小声摇耳朵。景嫣点头如捣蒜，不管，咱们种好东西去。刚才去李正家还牛车，李正叔送给他一些种子，眼下正是种植种子的时机。景嫣高兴收下，她出门还打开看过，这其中还有西瓜种子。她最爱吃水果，西瓜也是她的最爱之一，特别是冰镇2小时后取出食用，那滋味不要太爽。景嫣跟婆婆吴王氏和大姑吴秀兰打过招呼，就拿着锄头，带着6小只去了后院。她挖坑，三妞跟在后头点种子，小玉拿着小锄头盖坑。幸好她有先见之明，把后山这一片都买了下来，现在种东西多方便。大嫂，还有玉米种子。这是黑色的，是什么种子？四妞没见过葵花籽，她捏着一粒送到景嫣面前，举着小手让景嫣看。葵花籽炒着吃的，先种西瓜籽，是大嫂。四妞喜滋滋应下，一边的小乐和小雨，还有三妞和小刚，双眼直勾勾地看着景嫣，也不说话。景嫣心一软，便让小雨负责点玉米种子，三妞丝瓜子，小乐南瓜子，小刚豆角种子。听罢，几个小人脸上都漾上了开心的笑容，像盛开的迎春花，一朵接一朵。景嫣眉开眼笑地看着，突然想到“岁月静好”这4个字，这一世她所求的不正是安稳吗？午后，景嫣独自背着筐子上山，
吴秀兰和吴王氏两人端着针线骡子，坐在阳光下缝春衣。之前的布料还剩下许多，刚好有空给每个孩子做上2套换洗。三嫂，嫣儿她上山时，吴秀兰望一眼晒在簸箕里的黑木耳，说到景嫣，吴王氏脸上是藏不住的笑。嫣儿上山寻宝去了。寻宝？吴秀兰瞪到了眼。她在吴家村长大，从来没听说过山上有宝。若是有，早被吴家村的人抢光了，哪里还轮得到景嫣？吴秀兰刚想说话，突然想到什么，惊得一下子站了起来。三嫂，莫不是嫣儿去了神秘大山？瞧着大姑子满脸的紧张，吴王氏笑着示意她坐下。待她坐下后，方不急不缓说着：“不是，我们嫣儿聪明着，她知道哪些东西能换钱，哪些东西可以吃。风儿娶了嫣儿，真是福气。那是嫣儿是咱们家的福星。”吴王氏与有容焉笑着。吴秀兰真诚附和：“是，我一家3口也多亏了她。”想到为她花去的200多两银子，吴秀兰心里除了感激还是感激。这银子是她一生都挣到的数目，唯有帮景嫣多做一些事，帮景嫣分担些，她心里才好受些。嫣儿说了，让我跟你说，你不要有心理负担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吴秀兰闻言，红肿的眼眶又红了。别怕，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。作为同龄人，吴王氏理解吴秀兰心里的苦，但是他们是女人，事情发生了，除了受着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吴王氏也没想到大姑子她婆婆的心竟这般狠毒，一声不吭地卖掉他们赖以落脚的房子。更让她气不平的是，居然把大姑子和2个亲孙儿孙女也一起卖掉。以前她总觉得吴老太待她刻薄，每天有做不完的事，也要听她半天的骂。但是吴老太从没想过要卖他们，人最怕相比。这一对比，吴王氏觉得她婆婆吴老太好太多。三嫂，我做梦都没想到，我婆婆的心全黑透了。吴秀兰颤着身子，伏在吴王氏肩膀上哭。以后他们都跟你没关系，大姑，要往后看，你还有小雨和小乐。不知何时，景嫣背着一筐子草药，手提着2只野鸡回来了。吴王氏和抽泣的吴秀兰不约而同抬头。少女小脸红扑扑地站在阳光下，明媚无边。对了，嫣儿，以后你出门记得化妆。想到今天那些汉子眼中贪婪的斜光，吴秀兰全身冒出一层鸡皮疙瘩。化妆？吴王氏一脸懵逼。娘，就是把自己画丑些。我去忙了。景嫣笑嘻嘻地进了屋，直到晚上开饭，还是吴王氏再三敲门，催促景嫣出来吃饭。景嫣方才神采飞扬出来：“大嫂，刚才有蚊子咬我。”饭间，四妞可怜巴巴伸出自己的拇指，示意景嫣凑近看。景嫣凑近一手，她拇指上有一点红，是蚊子咬过的痕迹。痒不痒？现在不痒了。四妞瞧着景嫣看了，顿时双眼亮晶晶地看向了桌上的菜，一道笋片炒肉丝，一道银鱼汤，一道青菜，一道腌羊姜。尝尝，是你大姑我和你娘一起做的。吴秀兰起身帮景嫣夹菜，景嫣知道大姑心里有负担，笑吟吟接过菜，看着她，神色认真道：“大姑，你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不用那么拘束。你不习惯，我也不习惯，随意就好。”她知道寄人屋下的感觉，什么事都要小心翼翼，看人脸色，生怕自己没做好事被赶出去。以前她切身经历过，现在她有能力，不希望大姑一家也经历。吴秀兰听后低垂着头，抬起衣袖使劲擦眼泪。娘，小雨滑下椅子，走到吴秀兰身边，抬起手踮起脚尖，帮她擦眼泪。她软糯糯道：“娘，我和弟弟会听你的话，也会听三舅母和表嫂还有表哥们的话，我和弟弟也能做事，你别伤心。”另一边的小乐也走了过来，眼睛里含着泪包，要哭不哭的仰头看着他娘。大姑，你再哭，小乐也要哭了。你要坚强些，
不为自己，也是为小雨和小乐。景嫣真不知她大姑吴秀兰会有那么多的眼泪，笑哭切换自如，为什么就不朝好的方向想呢？好不容易止住眼泪的吴秀兰，抬着肿如核桃般的眼睛问景嫣：“嫣儿，你说我能干些什么？当然有事做。我现在在做一样东西，若是做成了，夏天就不怕蚊子，还有虫子咬，还清凉一下。真的。”霎时间，众人如狼似虎的目光不约而同，全部聚焦在景嫣身上。我何时骗过你们？故事未完待续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将持续更新，点赞越多更新越快。完整版可关注频道播客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